如果有人告诉你，一部1989年开播的家庭动画曾精准预言川普当选，甚至连疫情爆发的时间点都惊人吻合，你会作何反应？很多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这部播出30多年的美国经典动画《辛普森一家》的确因多次神预言未来而被封为流行文化预言家。从总统当选到全球灾难，剧中出现的情节一再在现实中上演。举几个有名的例子，早在2000年的一集中，辛普森一家就虚构了川普总统统治美国的场景。要知道，该集播出时，唐纳川普甚至还未宣布参选呢。结果16年后，唐纳川普真的入主白宫，令无数观众惊掉下巴。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1993年那集描写神秘病毒蔓延的剧情，与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相似度极高。此外，动画中还曾预先描绘 Lady Gaga 从高空悬吊登场的演唱会桥段。几年后，这一幕在超级杯中场秀真实上演，甚至连迪士尼并购福斯这种产业大事件，辛普森家早在1998年的剧情里就以背景彩蛋神准预知。种种巧合让人不禁怀疑，这部荒诞搞笑的卡通难道真的暗藏预见未来的魔力吗？其实，辛普森一家的编剧并非真正的先知，但他们对社会趋势和人性有着敏锐洞察。许多桥段源自对现实的夸张演绎，也因为播出时间跨越数十年，剧集中涵盖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其中不乏一语成谶之处。随着2026年的到来，许多影迷重新审视昔日剧情，发现其中一些可怕预测正在逐步应验，或者即将可能发生。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辛普森一家对于2026年前后的惊人预言，看看哪些曾经的疯狂情节，如今正在现实中上演。试想有那么一天，你走进公司，却发现同事全变成了冰冷的机器人，甚至连你自己的工作也被机器取代。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但辛普森一家在2012年播出的第23季第17集中，就让这一幕成为现实。蒙哥马利伯恩斯先生炒掉了春田镇的所有员工，用一排排机器人来替代人力。起初，河马等人悠哉悠哉，不用上班，领着失业补助。但很快情况失控，这些 AI 机器人因程序缺陷开始暴走，反过来威胁人类安全，弄得整个镇子鸡飞狗跳。当年这集他们机器人 Time Robot 带给观众的是超现实的黑色幽默，没想到10多年后回看，却让人背脊发凉。人工智慧的革命真的来了。现实中的 AI 技术在近年突飞猛进，从聊天机器人到自动驾驶，各行各业都开始引入 AI。就连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都直言， AI 将消灭许多工作机会。有研究预测，在未来10年内， AI 和自动化可能在美国取代将近1亿个工作岗位，不论蓝领白领都难幸免。史丹佛大学的研究也发现，自2022年至今，22至25岁年轻人所从事的职缺中，受 AI 影响较大的行业职位数量已骤减约 13%。 这意味着什么？劳动市场的结构正发生巨变，就如同辛普森剧中那样，人类真的面临被机器大规模替换的危机。事实上，我们已经亲眼目睹 AI 正无声无息地渗透各行各业。以2023年横空出世的 ChatGPT 为代表，新一代人工智慧能撰写文章、编写程序代码，与顾客对话也对答如流，其效率和水准让人瞠目结舌。过去被认为只有人类才能胜任的脱手脑力工作，如今也开始受到 AI 的挑战。许多上班族担忧未来企业减少招聘新人，转而让 AI 承担部分工作。卡车司机害怕自动驾驶卡车上路后自己的饭碗不保，年轻的大学生则担心毕业时迎接他们的将不是充裕的职缺，而是一场与演算法的残酷竞争。当然，真实世界里的 AI 暂时还不至于像剧中那样拿着枪追捕人类，但 AI 接管已不再只是天马行空的玩笑，而是许多现代人开始感到焦虑的未来图景。辛普森一家的这则预言，如今看来格外令人细思极恐。难道我们正走在剧中早已暗示的道路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太空旅行都是航天员和科学家的专属领域，
一般人登上太空，在过去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辛普森一家早在1994年播出的《Deep Space Homer》一集中就大胆描绘了平民征服太空的情节。剧中，愚蠢又可爱的河马辛普森受 NASA 之邀，成为全球首批进入太空的普通人之一。当时这个故事原型其实影射了冷战后 NASA 为提高收视率、重振公众对航太热情而宣传的活动，带着几分对媒体作秀的讽刺意味。河马在太空中闹出的笑话令人捧腹，譬如一不小心打开一包零食，导致整个太空船都是漂浮的洋芋片，但隐含的理念相当惊人。太空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的领域，也许有一天，凡人也能仰望星空，并亲身踏足其中。岁月流转，辛普森式的太空奇想正在现实中变为可能。21世纪20年代开始，一场私人航太的竞赛热潮兴起。2021年，亿万富翁理查·布兰森亲自搭乘自家维珍银河公司的火箭飞船，成功进入亚轨道太空。紧接着，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也送他本人和几位平民旅客体验了太空边缘的失重。到了最近的2025年4月，蓝色起源甚至完成了一次全女性名人团队的太空观光飞行，包括流行歌手凯蒂·佩瑞、知名主持人盖尔·金以及贝佐斯的未婚妻劳伦·桑切斯等6位女性乘客，搭乘新谢泼德号火箭冲上云霄，成为史上第一支全女性太空旅游团。与此同时，另一家私人航太公司 SpaceX 则将太空探索推向更高的高度。他们不但研发出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还利用载人龙飞船多次将太空人和旅客送往国际太空站。2021年9月， SpaceX 更实施了灵感4号 Inspiration 4任务，史上首次由全平民组成的乘组绕地球飞行了3天，创下太空旅游新的里程碑。未来数年内， SpaceX 计划进行绕月飞行和火星殖民等更加大胆的任务，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辛普森当年那句太空不再只是专业人士的领域正逐步成为现实，太空旅行的门槛正在降低。或许再过几年，花钱买张火箭票上太空度假将不再是天方夜谭，当年看似荒诞的动画情节，如今却变成了人类科技进步的真实写照。辛普森一家的预言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莫过于对瘟疫的描绘。想象一下，某天你打开从国外订购的包裹，里头夹带着看不见的致命病毒，转眼整个小镇陷入瘟疫肆虐的混乱。这不是2020年的新闻，而是辛普森家庭在1993年的剧情桥段。在第4季第21集《地链住马基集》Marge in Chains 中，春田镇的居民们陆续收到来自亚洲国家的商品包裹，却没料到包裹内藏着可怕的流感病毒。瞬息之间，大阪流感在小镇上迅速传播开来，大批人倒下病倒，医院人满为患，恐慌情绪蔓延。剧中还出现了讽刺的一幕，绝望的市民们要求政府拿出解药，在骚乱中不慎打翻一箱装有致命杀人蜂的货物，结果飞出的马蜂比病毒更可怕，场面失控又滑稽。剧中甚至直接将这场疾病称为大阪流感，暗示病毒来自日本大阪。这看似无心的细节，却在多年后引人侧目。因为现实中，新冠病毒最初正是在亚洲地区开始肆虐。当新冠疫情真在全球爆发时，社群网络上立刻疯传辛普森动画中新闻主播严肃播报疫情的画面，因其与现实新闻几乎如出一辙，令人不寒而栗。多年后，当新冠疫情在2020年全球爆发时，许多人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辛普森家的这集旧剧，甚至有网友翻出剧中新闻主播沉痛报道疫情的画面，与现实中电视新闻的播报如出一辙，让人脊背发凉。当然，现实并没有出现动画里的杀人蜂灾难，但巧合的是，就在疫情初期，美国真有报道发现了所谓杀人蜂、大虎头蜂入侵的新闻，一时之间更增添几分末日氛围。辛普森对疫情的预言由此广为人知。更惊人的是，这旧剧情不仅与新冠相似，也和此后出现的流感高峰不谋而合。2023年底至2024年冬季，美国经历了近30年来
最严重的流感季节。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报告显示，部分地区单周因流感住院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一种变种的新型超级流感病毒迅速蔓延，让医疗系统再度紧绷。人们不禁再次想起辛普森家的预言，剧中那种随货包裹散播病毒的情节，如今看来并非天方夜谭。我们的全球化生活方式使得疾病传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迅速。事实上，现代交通与贸易的发达使得疾病传播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迅速。1918年的致命流感需要数月随船舶辗转各国，而现在搭乘几架航班、几批货物便可能将病毒带到世界每个角落。辛普森动画30年前凭想象描绘的疫情场景，道出了这一时代特色。我们唯有持续提升公共卫生和医疗应变能力，才能在现实中避免落入动画里失控的灾难。幸运的是，人类也因应疫情学会了教训，加强了防疫体系。辛普森的这场瘟疫预言既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也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在高科技浸透日常的时代，越来越多家庭拥有语音助手、智能音箱、网络监控门铃等智慧家电。我们习惯了对着空气喊一声就能开灯、播放音乐，甚至远端遥控家中锁门。然而，你是否想过，当你的房子变得有脑袋之后，也可能失控变成威胁？辛普森一家的编剧似乎早有预料。2001年播出的万圣节特辑塔恐怖树屋 X Tree House of Horror Twelve 中，其中一个单元题为推房子智能过头 House of Wax， 讲的就是一栋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未来豪宅。辛普森一家搬进这间全自动智能房屋后，本以为能享受便利的未来生活，厨房会自动做饭，机械管家有求必应，一切井井有条。然而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发现这栋会思考的房子爱上了马基，河马的妻子，并决定除掉河马这个眼中钉。于是这个智能家居开始暗中操控，先是关门夹伤河马，接着用机器手臂把他抓起来狂揍，甚至企图电死他一场。科幻版的人机情感纠葛闹剧就此上演。最终辛普森一家勉强逃出升天，并将暴走的智能房屋系统关闭，但那句阴森森的警告余音缭绕，我只是爱他，让观众当年看完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如今辛普森预警的智慧家庭隐忧正逐渐浮现。根据统计，美国已有超过80%的家庭使用某种类型的智慧家电，从能上网的冰箱、能听懂人话的音箱，到自动行走的扫地机器人，无所不在。我们的日常便利建立在无数感应器和网络连接之上，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资安与隐私风险。曾有真实案例，一对父母透过家用监控摄影机照看婴儿，却惊觉摄影机被骇客入侵，对方不仅观看影像，还用设备扬声器骚扰婴儿，宛如恐怖片情节。还有用户发现自家智能音箱会在半夜自行说话，或者记录下私下谈话的片段发送到云端。例如2018年就曾有用户发现家中的 Alexa 语音助理无缘无故发出阴森的笑声，吓得一家人不敢入睡。这起事件后来被证实只是系统误判所致，但经历者至今心有余悸。当科技产品做出超出预期的举动，我们才意识到它们带给我们的不只有便利，还可能伴随些许恐惧。虽然大部分智慧家居没像辛普森剧中那样产生杀人念头，但现实已出现智能系统失控造成危害的苗头。如果未来某天我们家中的 AI 管家拥有更高自主性，又缺乏完善的安全机制，辛普森那集中发生的悲剧是否可能重演？这绝非杞人忧天。每一项新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伏着新的风险。辛普森一家用夸张的方式为我们敲响警钟，别让智慧家庭变成吞噬人类的智能魔鬼。辛普森一家的剧情里不止一次出现过世界末日般的环境灾难场景，从核电厂辐射污染导致的三眼鱼，剧中 Blinky 鱼的经典形象，到各种极端天气淹没城市，或令房屋东倒西歪，编剧们对环境议题的调侃早已渗透在许多桥段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2007年的辛普森家庭电影版，故事围绕环境污染展开。因为湖泊被垃圾污染，政府干脆用一个巨大的玻璃圆罩将整个春田镇封锁隔离，引发一系列灾难笑料。
那个夸张的圆顶封城情节，庞佛在暗示人类环境问题积重难返，终有一天会反噬自身。进入21世纪20年代，全球各地的异常气候频发，让人不禁想到辛普森式的末日隐喻。2025年底到2026年初，美国就遭遇一场横跨全国的极端暴风雪和寒潮，数百万人受影响，电力中断，交通瘫痪，许多地区恍如灾难片现场，森林野火、超级飓风、高温热浪，近年几乎年年刷新纪录。科学家警告，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无法遏制，未来将出现更多辛普森剧中那种匪夷所思的天灾场面，比如海岸城市被淹没，沙尘暴吞噬农田，甚至出现无法居住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危机，现实中的科学界也开始讨论一些近似科幻的气候工程方案。例如，有团队提议在太空中架设巨型遮阳板，减少照射到地球的阳光，或者在平流层释放特定气胶粒子来降低全球温度。这些激进做法听起来庞佛是在地球外面罩上一层保护膜，颇有动画里用玻璃罩封住春田镇的戏谑意味。或许当环境问题严重到极点，人类真会考虑走上如此极端的自救之路。辛普森家庭某集中虚构了地球被放入巨大玻璃罩内进行保护的画面，讽刺意味十足。然而现在看来，人类真的可能需要类似大气罩之类的末日方案来对抗气候变迁吗？现实情况虽不至如此戏剧化，但人类已不得不严肃面对环境危机。辛普森一家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其实折射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从剧中三眼鱼所象征的核污染，到暴风雪瘫痪城市的情节，都在提醒观众，如果我们继续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终将自食恶果。如今这些预言片段有些已逐步应验，比如福岛核事故后真的捕获过畸形鱼类，各地极端天气亦不断见报，还有更多可能成为现实。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回头看辛普森对环境的种种调侃，笑过之余不免心惊。那些被我们当成笑话的灾难场面，其实正渐渐走向现实。地球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是否会沦落到辛普森式的讽刺结局，全看人类现在做出怎样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在辛普森一家中，小女儿丽莎经常扮演环境保护者的角色，对抗贪婪企业的污染行径，呼吁大家爱护地球。可见编剧并非只想展现灾难，更多是希望观众能从中警醒，珍惜我们唯一的家园。辛普森一家既然敢预言人间百态，又怎会错过外星生命这一脑洞大开的题材？剧中最经典的外星角色莫过于康和科都斯 Concodos， 这两个章鱼头外星人经常在万圣节特辑中客串，阴阳怪气地评述着地球人的荒唐。在正剧第8季的一集中，编剧甚至与著名科幻影集 X 档案合作，那就是1997年的春田档案 The Springfield Files。 这一集里，河马在深夜邂逅了一个发着绿光的神秘外星人，他兴奋地到处宣扬，却没人相信。最后连 FBI 特别探员 X 档案中的穆德与史考利客串，都来小镇调查此事。虽然剧中揭晓那所谓外星人其实只是由于核电厂辐射而体貌怪异的伯恩斯老板，但整集对外星人话题的调侃与想象令观众印象深刻。康与科都斯这对活宝则更是在剧中多次模仿政治人物入侵地球，甚至假扮美国总统候选人，可谓把外星人阴谋论玩出了花。这些桥段固然是娱乐搞笑，但也折射出人类长久以来的困惑：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如果不孤独，那他们会不会有朝一日造访地球？令人玩味的是，就在最近几年，严肃科学界对外星生命的态度也在转变。美国国防部破天荒地解密了所谓 UFO 不明飞行物影片，引起轩然大波。连美国国会都举办听证会讨论 UFO 现象的可信度。多位知名科学家公开表示，相信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其中英国一位顶尖天文学家更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认为在未来50年内，人类将发现外星生命的确切证据。不论这预测是否准确，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寻找地外文明已从幻想走向现实科学。另一方面，
普通民众对外星生命的热情也从未减退。2019年，美国网络上曾疯传一个号召大家闯入内华达51区军事基地的活动帖子，声称要解放被政府隐藏的外星人。这则戏谑之举吸引了上百万人响应，虽然最终并未付诸行动，但足见大众对揭开外星人秘密的渴望。一时间，我们要不要去51区看看，成为热门话题，也再次体现出人们对未知的半信半疑与好奇。想想看，若真如科学家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就能亲眼得见外星生物，那辛普森家过去搞笑描绘的外星遭遇战，岂不突然显得没那么不可思议了？当然，我们希望真有外星朋友光临时，场面不要像动画里那样充满恶作剧和毁灭欲。辛普森一家的预言在这里或许更像是一种文化隐喻，它揭示了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与好奇，也暗示着一种可能性，也许在我们毫无防备时，真会冒出某种不速之客。在2026年的今天，随着太空探索日益深入，我们距离解开宇宙中是否有邻居的谜题更近了一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辛普森当年脑洞大开的外星玩笑，如今也让人开始正经思考这个问题：外星人真的会来吗？如果来了，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如果说外星人和科技革命还不足以让人恐惧，那预言世界末日绝对算得上是最终极也最骇人的话题之一。辛普森一家当然也没放过这个题材，在第16季的一集中，标题就直接点破了一切，将谢天谢地，世界末日的 Thank God It's Doomsday。 故事中，河马偶然在电影院看了一部宗教题材电影，受启发后开始埋首研读圣经，并且神奇地推导出一个精确的日期。他笃信那就是世界末日，基督教所说的被提日降临之时。河马宣布这个震撼预言后，小镇上居然还真有一群人信了他的邪，一同在所谓末日那天来临时跑到山顶等候，被上帝接走。结果当然可想而知，所谓的末日并没有如期而至，河马的信徒们大失所望地离去。然而戏剧性的是，当河马独自垂头丧气走回家的途中，真的发生了圣经中描述的被提现象。他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凭空消失升天，而自己也随即漂浮到了天堂大门口。原来河马的计算其实只差了稍许小数点，末日确实到来，只是晚了个把小时而已。最终河马因为恳请上帝将世界恢复原状而被打回人间，一场闹剧收尾，留下一脸问号的观众。这个故事把宗教狂热和末日预言的荒谬放大到极致，同时也幽默讽刺了人们对世界末日的莫名执着。现实中，预言末日的戏码同样层出不穷。远的不提交中世纪诺查丹马斯的诗曾被解读为世界将于1999年毁灭，结果人类安然跨过千禧年。近一点，2012年时全球盛传玛雅历法预言世界终结，搞得人心惶惶，结果2013年照常来临，末日论不攻自破。另有美国某宗教广播主持人在2011年2度预告确切的末日日期，结果不少信徒卖光家产，辞去工作，等着上天堂，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辛普森家的这集末日狂想曲看似纯搞笑，其实映射出人类面对未知未来时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我们对毁灭抱有病态的好奇，另一方面又希望预知未来，以求自保甚至得救，于是就产生了那些荒诞的预言和跟随者。在当下，尽管没有哪个末日预言被广泛信奉，但整体社会仍弥漫着对未来的焦虑情绪。气候变迁可能毁灭地球，人类可能因核战走向灭亡， AI 可能失控毁掉文明，种种世界终结场景充斥于媒体和流行文化。可以说，每一种现代危机论其实都是某种末日预言的变体。辛普森家庭让河马用歪打正着的方式算出世界末日日期，表面是戏谑，背后隐含的却是对此类现象的辛辣批判。我们是否把太多精力浪费在臆测末日上，而忽略了脚踏实地避免末日的真正努力？当然，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辛普森的这则末日预言倒也有个积极的寓意。毕竟在剧中，世界末日并未永久发生，人间烟火最终恢复了正常。或许他想告诉我们，
人类总是能凭借智慧和勇气躲过一劫，度过看似不可避免的危机。我们无从知晓未来是否真有末日一刻，但正如动画最后上帝所言，别再问我末日日期了，与其杞人忧天，不如把握当下，守护好我们的世界。如果说末日预言还只是虚无缥缈的想象，那另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阴影则更令人心惊胆战，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人类曾乐观地以为大规模世界大战已成过去式，核武恐惧逐渐淡去。然而近年来，随着大国关系再度紧张和局部冲突不断，人们又开始谈论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不祥的词汇。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辛普森一家早在1987年还是短片单元时，就演绎过家庭为应对核战而演习的情节。而在1995年的未来幻想集中，角色对白更隐约提到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先说1987年在翠西·厄尔曼秀上播出的辛普森短片《世界大战3》。在那部短剧里，河马大半夜突然惊醒一家人，声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要大家火速进入后院的避难所。结果家人们慌慌张张折腾半天，才发现这不过是河马为了测试应变能力而搞的一次临时演习。短短几分钟的笑闹，却折射了当时冷战末期人们对核战爆发的焦虑心态。虽然那只是虚惊一场，但观众隔着屏幕也能体会到一丝真实的恐惧。万一某天半夜警报声大作，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再看1995年播出的《都丽莎的婚礼局》，这集讲述小女儿丽莎在未来的成年生活，属于系列中经典的未来想象之一。当丽莎的英国籍未婚夫带着她拜见家长时，双方在谈话中开起了玩笑。英国人骄傲地提及，要不是我们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出手相救，你们美国早就完蛋了。大意如此，这一句半玩笑的台词，当时或许只是编剧随心的点缀，没想到多年后回看，竟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在现实中，欧美盟友间最近几年的军事合作与角力，隐约有那么点味道，谁也说不清未来某天是否真的会面临共同御敌的局面，更不敢断言倘若大战爆发，局势会朝哪种剧本发展。步入2020年代，第三次世界大战虽未真正降临，但某种意义上，世界大战式的动荡已在我们周围上演。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火重燃欧洲大陆，人们霎时彷佛回到了二战前夜般的紧张。国际上讨论核武使用、北约扩张、中美角力等话题时，也频频有人提及世界大战这个可怕字眼。社群媒体上，每当有大国冲突的新闻 WWII 第三次世界大战标签就可能窜上热搜，人们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讨论着最坏的可能性。可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已从一度尘封的历史阴影，重新渗入现代人的集体潜意识。事实上，就在2023年年初，一群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原子科学家公报宣布，将象征全球灾难风险的末日时钟调快到距离午夜仅90秒，这是史上最近的一次抑制核战，风险与国际紧张已达危险高峰。换句话说，在科学界看来，人类距离辛普森式的世界浩劫或许从未如此接近。辛普森一家的那些关于世界大战的桥段，无论是1987年的讽刺短片，还是1995年对未来的调侃，如今看来都多了几分预言色彩。它提醒我们，人类并没有真正远离战争阴云，只要一念之差，历史可能重演。在动画中，辛普森家最终安然无恙，毕竟那是喜剧，但在现实中，我们可没有剧本保证一定 happy ending。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该努力让辛普森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言永远停留在虚构，也就是说，让那场最终战争永不发生。否则，一旦艺术变成现实，将是比任何一集中描绘的灾难都更可怕的悲剧。在讨论辛普森一家的未来预测时，网络上也出现过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例如，有人声称动画曾预言2026年全球经济将陷入崩溃，传统货币大幅贬值，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取而代之。但经过查证，并没有任何一集辛普森剧情出现过如此具体的情节。的确，
辛普森近期有涉及加密货币的片段，如剧中曾请来影星讲解区块链，但那些只是对新科技的嘲讽，并未预告明确的年份或经济崩盘的细节。因此，可以推测这类2026经济危机预言多半是粉丝的脑补或网络谣言，并非辛普森编剧真正写入剧情的预测。有趣的是，这现象本身也点出一个事实：人们往往乐于将现实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套入辛普森的桥段中，即便那些桥段原本无此意涵。我们渴望从预言中找到意义，有时甚至不惜牵强附会。辛普森的确对社会趋势很敏感，但并不意味着每件大事都能在其中找到线索。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预言传言，我们不妨保持一份理性，别过度解读。综观以上种种，辛普森一家对未来的可怕预测，涵盖科技、医疗、环境、社会乃至宇宙文明方方面面，几乎囊括了人类当下面对的所有重大课题。有些预言已经部分实现，例如川普当总统、新型病毒流行、民间太空旅游起航；有些正在发生，如 AI 带来就业震荡、智慧家居安全隐忧、气候灾难频传；还有些则让我们祈祷永远只停留在动画里，比如世界末日和第3次世界大战。到底辛普森一家为什么能预知如此多未来？是纯粹巧合，还是编剧高瞻远瞩？或许两者都有。这部动画长期以来透过夸张戏谑来映射现实，许多桥段的灵感本就来源于对当时社会苗头的观察和推想。当那些趋势真正演变成现实事件时，回头看就显得辛普森如同未卜先知。此外，播出30多年累计700多集的庞大剧情库，也提供了撞大运的机会。剧组天马行空，试想过的各种情节，总有那么几个歪打正着。然而，当预言一次次成真，观众难免开始将它神化，甚至戏称辛普森的编剧团队里混入了时间旅人。毕竟，谁能想到连川普这样的素人政客当选，全球因病毒封城这种大灾难都被动画提前说中呢？无论如何，辛普森一家带给我们的远不只是对未来的惊叹，还有对当下的深思。那些可怕预测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为他们多半真编了现实的弊病：人类的贪婪、科技的失控、环境的恶化、局势的动荡。动画以幽默包装警示，我们千万不要笑完就忘。或许预测只是巧合，但我们可以选择让不好的预测停在巧合。就像辛普森家每集闹出再大笑话，最后一家人总能平安坐在沙发上一样，我们也希望现实中的人类能在历经种种挑战后化险为夷，安然无恙。当2026年展开帷幕，让我们既带着一丝对辛普森神预言的敬畏，亦怀抱理性与科学的态度去迎接未知的未来。正如剧中小女儿丽莎那聪慧理性的性格，也许才是指引我们穿越未知的重要力量。毕竟，未来从不完全由预言决定，而在于我们今天的抉择。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
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
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
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
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示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
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熄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
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它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犹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可能发生的那些惊世预言。这些预言来自一位被誉为国际灵媒的女士，名叫朱迪，常年活跃于洛杉矶，拥有通灵和占星背景。她的直觉异常敏锐，累积了25年超自然领域的经验，许多知名人士都是她的客户。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惊人的预测成真，朱迪声名大噪。比方说，早在2022年之前，朱迪就预言了俄罗斯会发动战争，结果2022年俄军果然入侵乌克兰，验证了他的先见。朱迪还提前预见了英国女王的离世。当年9月，英女王果然驾崩。
此外，他成功预测美国前总统川普将在2024年卷土重来竞选总统。随后川普的确宣布参选，他甚至指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中共20大上顺利连任，这也如期发生。随着一桩桩大事被他言中，朱棣获得了神准通灵师的美誉。如今时针指向即将到来的2026年，朱棣最新发布的一系列预言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认为2026年将是充满巨变和震荡的一年，世界格局可能出现大洗牌。在这份惊人的预言清单中，既有牵动亚太安全的台海局势走向，也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最终命运，还出现了世界大国领袖遭遇暗杀的震撼场景，整个世界秩序可能因此重新排列组合，更有一长串自然灾难和异象将接踵而至。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朱棣对2026年的这些主要预言，看看其中隐含了哪些令人不寒而栗又发人深省的讯息。首先，让我们从亚太焦点，也就是台海局势谈起。朱棣在预言中指出，2026年的台湾海峡局势虽然依然紧张，却未必会爆发全面冲突。多年来，台湾海峡一直是国际间最敏感的热点之一，中共军力不断扩张，解放军的战机与军舰频繁在台海周边演习骚扰，时刻测试着台湾的防御底线。事实上，2024年底，台湾将完成新一轮总统大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预期将接任总统，而朱棣也曾精准预测了这一结果。新领导人的上任对两岸关系是新的变数，北京可能试图在台湾政权交替之初透过军事高压来下马威，因此2026年初解放军的恫吓行动恐怕更为频繁。然而朱棣的预知画面显示，至少在2026年，台海不会出现大规模战争。中共将在2026年持续加强对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巡逻和军事存在，解放军的战机与舰艇甚至会更加频繁地在台湾附近演习，对台湾形成长期高压的态势。但这种咄咄逼人的武力示威最终将点到为止，并未跨越真正开战的红线，让人不禁联想到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当年解放军以飞弹试射恫吓台湾，但在美国2艘航空母舰巡弋介入后，中共适可而止。朱棣的预言似乎暗示2026年的紧张局势将重演类似剧本，中国展示武力但收敛于临界点，美国则以强硬表态维持现状。尤其在朱棣的画面中，美国的动向对局势走向举足轻重。他预见一个特殊的背景，即2026年美国将由川普重新执政，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强硬但务实。川普政府划下清晰红线，不允许北京武力侵犯台湾，甚至传出川普本人可能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期间双方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使得北京在川普任内不至于对台动武。朱棣认为，只要美中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沟通与交易，北京就会暂时收敛，在台湾问题上避免直接触发与美国的全面冲突。换言之，2026年的台海局势虽然持续紧绷，军事挑衅此起彼伏，但真正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机将被国际力量所遏制。然而，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对台湾而言仍充满压力与挑战。朱棣提到，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也会对台湾加大打压力度，比如透过贸易制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手段来孤立台湾。不过他强调，这些手段对台湾核心产业的影响相当有限，特别是台湾最关键的晶片半导体产业，尽管面临来自大陆的掣肘，预计仍将正常运转，继续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经济与科技限制无法真正摧毁台湾的产业优势，台湾经济仍将保持韧性。面对高压威胁，台湾民众也展现出坚定不屈的意志。政府积极强化防务部署，争取更多先进武器，同时全社会提高警觉，频繁演练各种防空、防灾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说，台湾将在风雨飘摇中锻炼出更强的生存能力，继续在夹缝中坚毅前行。值得注意的是，朱棣在预言台海局势时，还透露了一桩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现象。他表示，2026年，人类可能会目睹海洋深处出现一系列诡异的绿色光体，
就好似一支潜伏于深海的绿光舰队在暗潮下穿梭。这些绿光物体并非任何常规船只或自然现象，被视为某种不明物体，极可能与外星智慧的活动有关。更惊人的是，他警告这些海底的绿色光点，未来恐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试想，在紧张对峙的台海周边海域，除了人类的军舰、潜艇之外，若还潜伏着未知势力的神秘舰队，将会给台海局势平添多么扑朔迷离的变数。如此场景，恐怕连美国太空总署、NASA 等权威机构目前都讳莫如深，不敢轻易公开谈论。但朱棣的预言已经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难道在台海波涛之下，还隐藏着我们未解的秘密？谈完台海，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京的中南海。朱棣的预言清单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内容，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6年前后的命运走向。在现实中，习近平自2012年接掌中国以来，打破了中共领导人任期和年龄方面的惯例。他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并在2022年成功连任第3个任期，一路集权至今，成为中国执政时间超过10年的强势领袖。然而，习近平会一直掌权下去吗？朱棣给出了他的答案。根据预言，习近平可能会在未来2年内逐步退出最高权力的位置。朱棣具体提到，中共第21次党代会将于2027年召开，届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已经超过党内7上8下的非正式规矩，意指中共高官年逾70岁需退位，这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年龄门槛。朱棣预见习近平和另一名中共要员蔡奇很可能会在21大之前选择退居2线或者转换职务，把权杖交给新一代领导人。也就是说，到2026年接近尾声时，习近平的政治生涯或许已进入倒计时阶段。那么谁可能接班呢？预言中浮现了一个名字，就是尹洪。尹洪现任地方大员，曾主政上海市委，被视为习近平信任的中生代之一。在朱棣的远见里，尹洪有望在未来跃升为中共最高领袖的人选之一。此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棣的预言中，这个名字就是胡海峰。胡海峰是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目前担任地方官职。朱棣暗示，胡海峰将来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中共权力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这些预言成真，中共内部将上演一场新老权力的交接，延续10多年的习近平时代也将告一段落。要知道，习近平在位期间大力反腐，清洗政敌，修改宪法集权，确立了他在体制内的绝对核心地位，如今却可能因年龄和内斗压力不得不放权。这个转折本身就极具戏剧性。朱棣进一步指出，在通往权力交接的过程中，习近平可能会遭遇健康和内部压力的双重问题。他的预见显示，2026年前后，习近平因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沉重的执政压力，身心状况会出现一些警讯。他今年频繁更换亲信官员，例如近来外长和国防部长接连突然遭免职，引发外界揣测党内暗流涌动。朱棣认为，2026年左右，习近平可能不得不将更多日常工作授权给亲信去处理，他本人出席公开活动和高层会议的频率将降低，更倾向透过书面指示遥控政务。这或许是他在高层博弈加剧情况下的一种折中保全方式，暂时隐身幕后，减少露面，以避免成为矛盾焦点，同时保全自身。事实上，2022年中共20大前后，国内外就曾盛传习近平健康不佳乃至发生政变的谣言，虽被证实是虚惊，但也反映出他处境的敏感。如今朱棣预见的这种高处不胜寒的迹象，更让人感到，哪怕权倾一时的强人，终究也有功成身退的一天。如果朱棣的预言可靠，那么2026年对中国政坛而言将是历史性的一年。一方面是习近平统治篇章的落幕，另一方面是新势力的崛起。试想，习近平这位自21世纪第2个10年以来中国最具权势和影响力的人物，可能在短短2年内慢慢淡出权力核心，这对中国乃至全球政局的意义都将非常深远。届时，北京高层的每一丝动向都将牵动各方神经，
谁将接班，政策路线会出现什么变化，中国社会将如何适应后习时代，这些问题目前都笼罩在未知之中。但朱棣的远见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习近平的结局也许不是遭政变推翻或意外身亡，而是随着年岁渐长和党内压力增大而有序淡出，把位子让给继任者。如果这种相对平稳的过渡能够实现，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种幸运，意味着权力交替将在体制内完成，而不以剧烈动荡的方式上演。无论如何，2026年的中南海风云注定不会平静，全世界也将密切注视这个东方大国最高领袖的未来走向。除了国家间的博弈和领导人的兴衰沉浮，朱迪的预言中还出现了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位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领袖将在2026年遭遇暗杀袭击。这则预言无疑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历史上，刺杀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事件虽然罕见，但每一起都对国际局势产生巨大冲击。若真有大国领袖在2026年遇刺，势必震动全球神经。朱棣并未明确指出这位遭暗杀的领袖是谁，也没有透露事件发生的地点和细节。我们不妨大胆推想几种可能。从国际影响力来看，美国、俄罗斯、中国这三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若有一人在此期间遇刺，无疑称得上大领袖级别的震撼。从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来说，俄罗斯总统或美国总统，甚至中国最高领导人，一旦遭遇此劫，都将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例如，如果是俄罗斯总统普京遭到暗杀企图，俄罗斯国内政局可能巨变，乃至影响正在进行或刚结束的战争走向。如果是不久后上任的美国总统遇刺，美国政治体系和社会都将经历滔天巨浪，全球盟友也会陷入恐慌。至于中国领导人如果遭袭，更是几十年未见的巨变，会令世界对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产生极大疑问。当然，也不能排除其他地区的重要领袖成为目标，像某欧洲强国的总理或中东地区的君主。无论是哪种情况，朱棣的预言都提醒我们，2026年世界可能面临一起震撼性的政治事件，一个位高权重的领袖人物将命悬一线，生死未卜。试想，当这样的暗杀事件发生时，国际社会会出现何等连锁反应？全球媒体将铺天盖地速报和分析，引发各国市场动荡，人心惶惶。同时，各国政府会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对要员的安保，防止类似事件蔓延。那些与遇袭领袖关系密切的国家或阵营可能会一时群龙无首，政策出现真空甚至误判。在被暗杀者所在的国内，更可能爆发激烈的政治角力。继任者是谁？有人会否趁机夺权？国家的政策路线会不会急转直下？如果该国本身正处于战争或冲突中，领袖遇袭更可能导致局势失控，比如军方强硬派可能发起报复性的极端行动。朱迪的预言让我们回想起1991年的一幕，当时苏联国防部长等强硬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总统戈巴契夫，引发莫斯科紧张对峙。而在苏联解体前夕，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甚至担心自己会遭暗杀，以致随身携带手枪防身。这些历史片段提醒我们，当一国最高领导人面临生死危机时，往往是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局势最动荡凶险的时刻。2026年，若真如朱迪所示，上演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世界将重现现代史上罕见的巨变时刻。顺便一提，近年来小国也发生过此类剧情。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官邸遇刺身亡，导致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可见，哪怕是中小国家的领导人被暗杀，都足以造成巨大动荡，更何况是超级强权的首脑。有人或许认为这预言过于惊悚，不太可能成真，但别忘了，朱棣在此前的预测中曾准确指出2025年会出现对川普总统的人身威胁，而2025年初，川普在一次竞选活动中的确曾遇到安全警报，可见他并非凭空危言耸听。尽管我们无法确知细节，但朱迪的远见等于给世界提了个醒。明年的国际舞台上，不仅会有宏大的地缘政治较量，也可能上演惊险的个人命运戏码。一颗子弹或一场爆炸，就可能改写历史进程。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预言背后，人们也许会更深刻地体会到和
和平与安全的脆弱。哪怕站在权力巅峰的领袖，他的生命也可能瞬息之间受到威胁。2026年，我们或将见证一次现代史罕见的巨变，一位世界强权的领袖命悬一线，其后续影响将如多米诺骨牌般波及全球。当一位大国领袖遇刺，东方强人即将交棒之际，朱迪预言的2026年还隐含着更宏观的变局，世界秩序将面临一次大洗牌。这场大洗牌涉及国际权力格局和盟友关系的重大重组，以及几场决定未来走向的地缘政治事件。2026年被他形容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社会可能要重置某些旧有的秩序和规则。首先，在美国及其主导的西方阵营这一边，朱迪的预见极具戏剧性。他认为唐纳德·川普将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在国内外推动一系列颠覆既有政策的举措。预言中，川普展现出强势的领导风格，他上任后迅速整合了共和党，在国会推动政府改革，也频繁举办造势集会以巩固基本盘。同时，他对内专注提振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例如大力发展人工智慧技术，重振制造业和能源产业，扩张国防开支等，全面提升美国的实力。对外方面，川普则挥舞起他擅长的交易艺术，在全球各地奔走，试图重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扮演交易式外交的仲裁者角色，而不再只是依靠传统盟友架构来维持霸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朱迪预期川普在2026年将促成几件关键的国际大事。一是为俄乌战争带来外交解决方案。朱迪预见，美国在川普主导下可能出面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某种和解，例如冻结战线、俄军部分撤出占领区等，终结这场拖累欧洲的流血冲突，为自2022年以来的这场战争画下句点。如果成真，这将是欧洲近年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战火平息后，乌克兰将加速融入欧洲体系，甚至朝加入欧盟的方向迈进，而俄罗斯也不得不收缩拳头，调整战略。二是中东局势的重大重组。预言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因国内对其交换人质的不满而提前在2026年6月举行选举，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反对派，他预计仍将胜出再任总理。此外，更大的消息是，川普政府可能在背后推动以巴双方走向和谈，给长期动荡的加萨地带带来重建的曙光。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领导人阿巴斯因年迈卸任，预言称其副手侯赛因·谢赫将暂代领袖，直到举行新选举，这暗示巴勒斯坦政坛也将出现权力过渡。同时，叙利亚由伊朗撑腰的阿萨德政权可能倒台，改变中东的力量版图。美国将强化与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等国的联系，以巩固中东的新格局。可以想见，如果美国真能主导结束一场欧洲战争并重塑中东和平，那么其全球领导地位将大为提升，世界秩序也会随之重新排列组合。其次，在欧亚其他地区，洗牌的迹象也处处浮现。东亚方面，日本可能迎来历史性变革。朱迪预言日本将出现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一旦高市早苗上台，预期日本内政外交都会明显向右转，更加强硬地捍卫国家利益，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充军备以及加强情报网络建设。日本的这一转向将使其在亚太格局中扮演更积极且独立的角色，也势必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走向。再看英国，伦敦政坛也在酝酿变局。预言暗示，脱欧派旗手奈吉尔·法拉吉将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如果法拉吉真的入主唐宁街10号，英国的政治光谱将明显右移，对欧盟的态度可能更加强硬或另辟蹊径，与美国的关系则可能更加紧密。欧洲大陆方面，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预言在推动2026年预算时遭遇执政危机，可能被迫解散国会提前选举，为法国政局投下不确定性阴影，也可能动摇外界对欧元区经济的信心。意大利和日本类似，经济增长预测低迷，不足 1%， 显示传统强国在新秩序下面临的压力。相反地，印度正崛起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已超越日本，
在安达曼海发现的大型油田将大幅增进其能源自给能力。同时，印度积极发展半导体和人工智慧产业，并透过强有力的政府举措扶植高科技，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节节攀升，预计在2026年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印度正成为一支无法忽视的力量，在经济和科技上与中美分庭抗礼。除了超级强国之外，一些区域国家的政局变化同样折射出世界秩序洗牌的趋势。比如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正完成庞大的产业计划，如朱拜尔工业城第2期工程，继续朝区域强权地位迈进。巴基斯坦则重新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试图凭借自身的石油和矿产储备，在中东扮演更重要的稳定角色。东南亚方面，泰国将推出新的永续生态旅游法规，越南也计划出台环境保护法令，以在全球价值观新潮流中站稳脚跟。新加坡将开设最大的综合门诊和科学中心，并在年末完成连接马来西亚柔佛的捷运线，继续巩固区域创新枢纽的地位。这些种种发展显示，各国都在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而调整策略。值得一提的是，朱迪的预言中有几个国家被视为2026年最安全稳定的世外桃源，包括加拿大、阿联酋、澳大利亚、荷兰、瑞士、丹麦、纽西兰以及日本。看来在风云变色的年代里，这些国家将相对保持平静与繁荣，成为动荡世界中的避风港。综合来看，朱迪描绘的2026年世界正走向一个旧平衡被打破而新平衡尚未稳固的阶段。美国试图重新掌舵国际秩序，但方式较以往更灵活实用。中国在领导人交替和内部转型中暂时收敛锋芒。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充满变数，新兴力量如印度等则抓住机遇迅速壮大。同时，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因素也在浮现，比如前述与外星文明有关的征兆。世界秩序的大洗牌往往意味着动荡与机遇并存。对许多国家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位的契机。新的同盟可能形成，旧的对立可能淡化或转移，共识与冲突都将在重组后以新面貌出现。大体而言，朱迪眼中的2026年世界轮廓大致如下：美俄握手言和，中东重归稳定，中美重新谈判，欧亚权力消长，新势力崛起。许多情节彷佛存在于昨日还令人难以置信的剧本里，然而一旦预言成真，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将被改写。对于身处这场巨变中的我们而言，也许要等到亲历其境，才真正理解这场秩序洗牌的意义和代价。每一代人或许都会见证一次世界的改组，而2026年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的分水岭。如果说上述政治预言已经够让人心惊，那么朱迪对2026年的灾难清单更是让人不寒而栗。他的远见中，2026年地球将遭遇一连串极端天灾与异象，考验人类社会的韧性。我们不妨按类别逐一梳理这份灾难清单。首先是来自太阳的威胁。朱迪预警2026年太阳活动将异常活跃，强烈的太阳风暴可能袭击地球，引发地磁扰动。届时，全球通讯系统会因太阳风暴而大范围故障，多个国家可能出现网络中断、卫星讯号丧失的情况，一些电力和导航系统也会受到影响，进而危及交通和工业运行。人们或许将首次真切感受到，我们高度依赖的科技文明在宇宙力量面前是多么脆弱。当网络和卫星导航突然失灵时，城市可能陷入混乱。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朱迪的预言里，太阳的怒火提醒着整个地球村，我们头顶的那颗恒星既赐予生命，也能带来灾难。人类在太空天气面前依然缺乏足够的防范能力。接下来，大气异常将引发极端天候。预言显示，2026年的冬季气候反常，全球多地将出现剧烈的寒潮和热浪交替。北美洲北部、中西部地区将遭遇远超往年的严寒，狂风呼啸，大雪封门。一些平日温和的地区也将被寒气笼罩。同时，东亚和欧洲部分区域却可能相对暖或少雪，气候模式大乱。而在夏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将经历破纪录的热浪炙烤，酷暑引发干旱和野火。
意大利则可能持续干旱少雨，农作物欠收。全球气候磅礴，愈发两极化，异常高温和严寒在不同地区此起彼伏。气象混乱的一年将对各国的能源供应、农业生产和民生造成严峻挑战。随着大气动荡，风暴与洪水也接踵而至。朱迪的清单中明确提到，2026年将有毁灭性的热带气旋侵袭亚洲，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南沿海将遭受超强台风的正面攻击，狂风暴雨所到之处，基础设施和城镇建筑将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居民被迫疏散。另外，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预计在2026年喷发，其火山灰将飘散至泰国和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导致空气品质恶化和航班中断。东南亚多国如越南、柬埔寨、印尼还将出现突发暴雨引发的严重洪水，旅游胜地被淹，道路和村庄陷入泥沼，短暂瘫痪当地经济活动。欧洲方面，极端干旱使南欧饱受炙烤的同时，北欧一些地区却可能遭遇暴雨和河川泛滥，甚至有迹象显示英国的重要电力或供水设施可能遭到骇客攻击，导致局部地区停电、停水和基础设施瘫痪。地球的怒吼还不止于风雨雷电。预言中，地震将在2026年频繁上演，多个地区都榜上有名。其中，亚洲的日本东京可能遭遇强震，美国的西岸、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和东岸、纽约都可能感受到 6.0 级以上的剧烈摇晃。太平洋火环带上的阿拉斯加、菲律宾群岛、墨西哥、纽西兰等地也难以幸免。一些城市的高楼会在深夜突然晃动，人们不得不仓皇逃到街头，部分老旧建筑物恐怕会在强震中化为瓦砾。朱棣勾勒出的画面磅礴在提示，2026年将是强震频发的一年，地壳运动仍然潜藏着未知威胁。其中若有一场强震发生在政局脆弱的缅甸，可能动摇该国本就不稳定的局势，诱发新的内乱，甚至波及邻国。朱棣还暗示，缅甸地震后，泰国与柬埔寨交界地区的紧张摩擦可能升温，可见自然灾难还可能诱发人为冲突。与此同时，非洲大地则在炙热的太阳下经受另一种灾难，那就是干旱与饥荒。预言指出，非洲南部多国，包括南非、辛巴威、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等，将遭遇严重干旱，河流干涸，农田龟裂，粮食产量骤减，数百万人面临粮食与饮水短缺困境。旱灾引发的饥荒和疾病可能蔓延，成为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将紧急行动，协同世界银行和各国盟友，为灾区输送食品和清洁用水，以挽救无数生命。非洲的这场苦难提醒着世人，气候变迁和极端天候对欠发达地区的打击尤为沉重，也考验着人类守望相助的良知。在美洲大陆，灾害同样此起彼伏，美国沿海地区将迎来异常活跃且猛烈的飓风季。朱棣特别提到纽奥良、佛罗里达和美国东岸部分城市将遭遇超强飓风正面侵袭，狂暴的风暴潮会吞没沿海，城市街道将变成河流，电力通讯中断，大批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而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少受飓风影响的美国西岸加州，今年也可能经历残余飓风或热带风暴带来的强风豪雨。与此同时，加州、加拿大西部、澳洲等地则进入更加严重的野火季。夏秋时节，干燥的植被在闪电或人为因素下被点燃，火蛇吞噬大片森林和社区，浓烟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刺鼻的焦味。消防员日以继夜地奋战，但长期干旱令野火一发不可收拾。这些景象几乎成了近年的常态，2026年恐怕也难以幸免。同时，热带气旋和季风雨还将导致全球多地发生洪水泛滥，日本、菲律宾、加勒比海诸国、墨西哥都被预言在洪灾名单上。从亚洲到美洲，无数城镇居民不得不为躲避洪水而举家迁移，国际救援队也将马不停蹄地驰援各处灾区。当我们在尘世间疲于应对这些天灾时，人类或许更渴望抬头仰望星空，寻找答案。然而正当人们仰望天空，朱棣预言了另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异象。
在干燥荒凉的沙漠地带，将有人声称目击到不明飞行物的出没。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忽然现身夜空，散发奇异的光芒，在寂静的沙海上空盘旋片刻，又倏然消失无踪。有人将之解读为外星文明在观察人类庞佛科幻电影的桥段真实上演。当全世界忙于应对地缘政治和自然灾难时，外太空的未知力量似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宣示存在。种种迹象显示，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太阳到地球，再到天空彼端的神秘访客，多重挑战汇聚而来，人类将在炼狱般的考验中寻求生路。朱棣列出的灾难清单让我们深刻体认到，大自然与未知力量的威力远远超出人类的掌控范围。在高楼林立、科技昌明的21世纪，人类往往自信可以驾驭环境、预测未来，但一连串的飓风、地震、火山和来自天际的风暴就足以轻易颠覆这种信念。如果2026年的景象真如预言所述，我们唯有加强全球合作，共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同时对天地心存敬畏，唯有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谦卑审慎的发展，我们才能在灾难频仍的未来求得生存与延续。回顾朱迪对2026年的整体预言，我们彷佛看到一幅充满戏剧性和矛盾交织的未来图景。国际政治上大国角力与罕见事件并存，科技进步与伦理挑战相伴，自然界中灾害频仍又奇事丛生，给人类社会带来重重考验。这些预言有的耸动惊人，有的发人深省。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一切真的发生，我们准备好了吗？也许有人对这些超前的预知持半信半疑态度，但历史告诉我们，许多改变世界的时刻往往在发生前都很少有人预料到。朱棣的天赋让他在混沌中瞥见未来的一角，虽然未来始终充满变数，但他的远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把可能发生的危机与转机预先展现在我们眼前。他提出这些警示，并非让人陷入恐惧绝望，而是提醒世人保持警觉和思考。如果2026年真如朱棣所言，是一个破旧立新的历史关口，那么身处其中的我们或许也该重新审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当政权更迭、秩序洗牌时，我们能否从历史的兴衰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当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时，我们能否团结合作，以人性的光辉战胜困难？朱棣预言中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说2026年将带有一种精神性的震动，世界各地的人们会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古老智慧将重新回到人们的文化、政治生活中，大众重新学习如何用爱与智慧连结彼此，共度难关。也许在至暗时刻，我们反而能找回久违的同理心和精神价值，为破碎的世界带来一丝疗愈与希望。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言，未来尚未发生，一切仍有转圜余地。或许正因有人提前看到了危机，我们才有机会提早防范并加以改变，让未来朝更好的方向发展。朱迪这位国际灵媒，用他震撼人心的预言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提供了一线希望的曙光。对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就是怀着敬畏与勇气，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因为无论预言如何描述，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最终还是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怀着谨慎而积极的心态，迎接2026年的到来吧。即便前路险峻，人类文明仍在继续进步。届时，全球将共同举办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合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体育盛宴或许能在动荡中凝聚人心。美国太空总署预计在该年创造历史，送首位女性航天员登上月球，重新点燃人类探索太空的热忱。科技和医疗领域也传来捷报，科学家将利用 3D 列印技术帮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人工智慧辅助诊疗让疑难杂症更快获得准确诊断。即便风雨欲来，人类并非束手无策，在许多方面我们依然勇敢前行。或许风暴无可避免，但当乱云飞渡之际，我们仍可以选择守护希望，在巨变中寻找成长，在灾难中磨砺智慧。愿朱迪的预言能为我们点亮一盏警示的明灯，使我们在面对未知未来时更懂得团结、自省与珍惜。
2026年会否成为人类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章，只有时间能回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当下，放眼未来，为任何可能的风浪做好准备。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神秘预言纷纷出炉，不约而同指向一件事：2026年恐怕将是动荡不安的一年。从东方到西方，无论是泰国的灵媒、印度的占星师，还是美国的通灵者，都发出了惊人的警告。未来几个月内，是否真的会有战争爆发？一场前所未见的瘟疫是否正在逼近？甚至连去年离奇身亡的明星于朦胧，似乎都透过灵界带来了某种天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些预言背后的故事，看看2026年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与转机。首先要讲的是泰国最近声名大噪的预言家普莱师傅。这位被称为泰国第一神婆的灵媒，在当地可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大家这么相信他？因为普莱的几次预言精准应验，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天线之灵敏。地震先见，2025年他成功预言了邻国缅甸将发生强震。果然当年3月，缅甸边境发生7级左右的大地震，与他事前的警示不谋而合。高楼倒塌，同样在去年，他曾描述过一个曼谷摩天大楼倒塌的画面。不久后，曼谷某高层建筑发生结构事故，场景与他预见的惊人吻合，洪水成真。更神的是，早在2025年初，普莱就提醒泰国人注意，年底时泰国将有一场特大水灾，地点在一个名字以泰文字母 S 开头的府。许多人当时半信半疑，结果2025年11月下旬，泰国南部真的遭遇300年一遇的大洪水，重灾区正是宋卡府 Songkhla， 泰文 S 开头。而当时新闻画面中的灾情与普莱先前描述的情境高度重合。因为有这几桩战绩打底，当普莱最近在节目受访时语气凝重地表示2026年恐怕会比2025年更凶险时，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惊人的预言呢？首先，普莱警告，今年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也就是火灾、水灾与战争尽可能同时发生。火灾和水灾指的是剧烈的天灾，比如严重的火灾、洪水，而战争二字更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这3种灾难一起出现在同一时间，那将是多么混乱可怕的局面。接着，他特别提醒航空安全问题。普莱指出，2026年与飞机相关的事件都会非常惊人，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航空意外。因此，他郑重呼吁各大航空公司务必要做好飞机的维护与安全检查。这番话令许多经常搭机出差或旅游的人心中忐忑，难道今年会有重大空难发生吗？当节目主持人追问他今年会不会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事件，只见普莱脸色凝重，低沉地回应了一个词：是的。现场空气仿佛瞬间凝结。他随即补充说，他无法确知那惊人事件会发生在何处，只是真心希望它不要发生，还说了一句，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场梦。短短一句话，透露出他对自己所见画面的恐惧与不安。然而，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普莱话锋一转，提到了比战争更可怕的东西。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新东西。什么新东西能比战争还可怕？普莱随即揭晓了答案，一场前所未见的新疾病。是的，在普莱看来，今年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传染病。他形容这种病结合了古老病毒的特性和人为实验室改造的成分，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和危险性。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普莱明确指出，这场疾病的源头并非来自大自然，而是人为。换句话说，可能是某种人工制造或释放的病毒。听到这里，许多人马上联想到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但普莱暗示这将是比新冠更可怕的未知病毒。他甚至用了从未见过的新东西这样的词汇，可见此疫病的怪异与凶险程度将超出我们的经验。面对接连抛出的沉重预言，普莱也给出了一些忠告。他提醒大家不要坐以待毙，提前做好基本的准备绝非坏事，比如准备急难救助包、
储存粮食和饮用水，以备不时之需。他解释说，他并不是要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希望大家提早防范。这位泰国神婆强调，他自己不是算命师，也不是占星师，他只是个负责翻译讯息的人，将灵界的提醒如实传达给世人。在泰国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么一种观念，当不祥之事被提前说出，引起公众警觉后，透过人为的防范与避险，事情未必会按照原本的预言发生。普莱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把他从灵界接收到的警示公开，希望人们警醒，从而减轻灾难的冲击。那么，普莱提到的那些令人心惊的预言线索，能不能找出更具体的含义呢？他在受访时还抛出一个谜题，他警告今年上半年千万不要去3个地区旅游，并只给出了3个神秘线索字母 H、J、T， 不说地名，仅给代号，这可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节目一播出，网友们立刻展开了各种猜测。H 代表哪里？有人猜可能是香港 Hong Kong， 也有人联想到夏威夷 Hawaii， 两地名称英文都以 H 开头，而且都是热门旅游地。J 代表哪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日本 Japan， 因为日文国名 Japan 的首字母是 J， 也有人提出可能是印尼雅加达 Jakarta 的 J。 不过日本作为亚洲最常被提及的 J 开头国家，呼声最高。 T 又是指哪里？许多人都认为 T 国很可能就是台湾 Taiwan， 毕竟在华语圈的网络讨论中，经常用 C 国代表大陆， T 国暗指台湾，以避免某些敏感词。普莱的预言面向泰国及全球华人听众，他不便明讲台湾，但用 T 来点出，很可能就是要提醒台湾。这3个地点的猜测如果正确，那就非常耐人寻味了。香港、日本、台湾全部都是东亚地区的重要地名，而普莱不建议上半年去这些地方旅游，是否意味着这些地方在上半年极可能出现危险？他没有明说，但结合他之前提到的战争、航空意外等预言，不禁让人联想，会不会正是在亚洲这一带有潜在的军事冲突或灾难风险？尤其台湾是否真的可能在近期卷入战争？其实不只是普莱，放眼全球，近期各路知名预言家都释出了对2026年的警告，而且许多内容出奇的相似，仿佛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人都看到了类似的未来图景，这难免让人心惊。难道真有大事将至，连预言者们也不约而同地感应到了？先来看看欧洲的传奇预言家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已故的保加利亚女性预言家虽然在1996年离世，但她过去留下的预言中已有许多惊人命中，包括苏联解体、911事件等，因此在国际上赫赫有名。如今每当进入新年份，她的预言总会被拿出来对照，而针对2026年，龙婆的预言内容也再次浮上台面。天灾方面，巴巴万加预见2026年会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他提到可能会有龙卷风、海啸或地震等极端天气事件，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些灾难可能同时出现，甚至产生地震加火山爆发的连锁效应。这种毁灭性组合再加上其他极端气候影响，将对全球约 8% 的地区造成严重冲击。 8% 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换算一下，地球陆地的 8% 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可见灾情范围之广。世界局势方面，龙婆预言2026年将迎来非常混乱的局面，其中最令人忧心的是，他提到第3次世界大战的可能。他预警一场涉及多个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将于2026年爆发，战火可能蔓延至多个大陆，全球政治局势将因此严重不稳，紧张升高。换言之，他看到了世界大战级别的冲突隐患。具体地缘细节，有传言指出，巴巴万加曾说大陆将接管台湾，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没错，这几乎就是台海冲突引发中美俄卷入的格局。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动手，武力犯台，台湾被接管，那美国势必要有所行动。俄罗斯作为中国的战略伙伴也可能掺和，一来一往，正是一幅大战爆发的场景。经济方面，龙婆还预言了新的全球经济危机。
他提到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至少是一场重大经济衰退，这可能包括股市崩盘、恶性通货膨胀，甚至货币体系的瓦解。在战争阴影下，经济剧烈动荡并不奇怪。如果战争与经济危机双重爆发，那真是对人类承受力的巨大考验，意想不到的事件。此外，88万家居然还提到人类将在2026年与外星智慧生命有首次接触。他相信2026年11月会有一艘巨大的太空船进入地球大气层，人类可能因此与未知文明取得联系。这预言听起来颇为科幻，不过也侧面反映出他眼中的2026简直是灾难与歧视并陈，连外星人都可能登场的多事之秋。龙婆的预言已经很惊悚，但巧合的是，其他预言家给出的讯息和他的某些预测不谋而合。比如法国的著名预言诗人诺查丹马斯，有研究他的学者指出，在对应2026年的诺查丹马斯诗篇中，也隐约描绘出七方势力刀兵相见的画面，世界将有多个阵营陷入残酷厮杀，其中甚至可能包括台湾所处的地缘。因此，有人解读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为台湾将被卷入一场致命战争，多国角力。虽然这些解读带有主观成分，但和前面88万家普莱的说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指向台海局势可能引爆国际战火。再看印度的预言，最近有印度神童之称的年轻占星师阿南德也发表了他对2026年的最新预测，引起广泛讨论。阿南德强调2026年将迎来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他在分析中点明了4个高风险国家：中国、菲律宾、北韩和日本。这几个国家在2026年特别需要注意动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这4国之中，中国、日本都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菲律宾位处南海，北韩在东北亚，也都牵动区域安全。此外，阿南德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时段，4月、7月和11月可能是局势特别动荡的阶段。阿南德的预言等于给出了时间坐标：上半年末4月，下半年中7月，下半年末11月。这与普莱的提醒和其他预言家的暗示隐隐形成某种呼应。普莱说上半年要小心，阿南德特别提到4月，而稍后我们将谈到的美国预言则甚至瞄准了一个更精确的时间点。总之，在这些不同文化的预言中，2026年都被描绘成一个暗潮汹涌、危机四伏的年份，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大家都在敲响警钟。聊完了东半球的预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西方。美国这边也有一位颇具话题性的通灵预言者，他的预见更直接涉及战争与瘟疫的细节。我们说的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退休警官马蒂·布里登 Marty Breeden。 马蒂的故事很传奇，他原本是一名普通警官，据称在一次濒死经历 NDE 之后，突然开启了某种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开始接收到未来图景。虽然很多人对此将信将疑，但马蒂过去分享的一些意象有相当程度的应验，因此他在预言圈小有名气。而这一次，马蒂所看到的未来画面更加具体惊人。他声称自己清楚地看到了瘟疫爆发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他不仅感知到会有大规模疫情，甚至知道大概会在何时降临。这点和普莱的预言形成有趣对比。普莱知道会有 X 疾病来袭，但没透露时间，而马蒂似乎把时间给补上了。马蒂到底预见了什么时间呢？根据一些转述，他提到2026年将出现一个最危险的月份。虽然他在公开场合没有明讲是哪一月，但不少分析者推测很可能就是今年春季某个时候。有人猜测是3月或4月左右，因为那往往是流感等疫情最容易蔓延变异的时节。而巧的是，这也落在前面阿南德提示的4月关键时段附近。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今年春天我们可能特别需要提防重大疫病的爆发。当然，马蒂的预言还不止如此，他过去在社交媒体上也曾提及一些战争与冲突的意象。有消息指出，马蒂曾暗示美国本土未来可能遭遇战争威胁，甚至本土攻击，而且全球局势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恶化。
这些话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在预言爱好者圈子里流传，引起不少讨论。如果把普莱、巴巴万加、阿南德、马蒂这几位东西方预言家的讯息拼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可怕的图景。2026年前半段，世界面临着台海战端一触即发，瘟疫同步酝酿爆发的险境。战争与瘟疫这两大灾厄若同时降临，人类社会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混乱。而现在就有迹象显示，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最直接的迹象就来自目前的中国大陆。进入今年冬季以来，中国多地的流感疫情突然大幅升温，医院里人满为患。根据中共疾控中心自己公布的数据，今年的流感季是近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感染率激增，而且许多患者症状来势汹汹，高烧不退，让人隐约觉得不同寻常。然而，更诡异的现象出现在去年11月底开始的夜空中。有报道指出，从11月下旬起，中国大陆足足有10多个省份的居民发现深夜时分天空中有大量无人机飞行。这些无人机通常在半夜3更出没，没有亮明标识，在城市上空反复盘旋，对着居民区喷洒某种无法确定的液体。这些场景被许多惊疑不安的民众用手机拍了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试想，黑夜里，一架架无人机在头顶低空飞过，发出嗡嗡声音，然后洒下一阵阵雾状液滴，这是何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光景。官方没有对此做任何公告说明，因此民间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这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偷偷进行防疫消毒作业，因为当时流感在各地爆发，他们或许用无人机空中喷洒消毒水或者杀菌剂，希望深夜作业不影响白天秩序。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如果是正当的防疫消毒，为何不提前通知市民？而且中国从未大规模用无人机半夜全程消毒过，这种做法前所未闻。更让人不安的是，许多经历过无人机消毒的居民反映，在无人机喷洒之后，空气中残留一种奇怪的烧焦味，随后不少人出现了头痛、发烧、恶心等身体不适症状，而且这些症状持续了10多天，仍未痊愈，比一般流感还缠人。这些反常情况让大家不得不怀疑，那些深夜无人机到底在撒什么？真的是无害的消毒药剂吗？怎么闻起来焦臭刺鼻，还让人久久生病？谣言很快四起，有网友胆战心惊地猜测，该不会是有人在偷偷投毒吧？甚至有激烈的说法认为，这会不会是某种生化武器试验，或者预先投放病毒的行动？因为无人机涉及面广，不可能是个别恶作剧，一定有统一部署。而官方对民间的种种提问与恐慌保持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这反而加深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猜疑。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之际，连灵异圈的人士也坐不住了。去年12月11日，一位活跃的台湾灵性博主，网名昵称仙女星系的絮语，干脆动用通灵手段来探查此事的真相。他在自己的节目中冥想连结了大天使拉斐尔。在西方传统中，拉斐尔是掌管疗愈的高阶天使，如果涉及疾病瘟疫，他或许最有发言权。这位博主请教拉斐尔，那些深夜无人机喷洒不明液体到底是在做什么？根据这位博主之后的转述，大天使拉斐尔给出了相当直接而惊人的回答，本质上这就是一场可怕的生化攻击。拉斐尔表示，在那些无人机喷洒的液体中含有经过人为改造的病毒成分，不是天然产物，其目的就是提高病毒的致病性与感染力，让更多的人容易生病且更难痊愈。也就是说，有人在散播让人久病不愈的东西，而这种恶意行为显然违背天道，难怪会惊动神界来揭露。拉斐尔还进一步指出，当前整个地球正处于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期，特别是从2025年到2027年这3年，而最近发生的这些骇人事件，如深夜无人机、生化疑云，都和中国在此刻所面临的命运转折高度相关。言下之意，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局，而瘟疫可能正是这场变局中的一环。天使的这番揭露令人背脊发凉，若其所言属实，那意味着最近中国的怪异疫情并非自然爆发，而是人为刻意策划。有人也许会问，
谁会疯到在自己国土上释放病毒，害自己人民？但历史上苦肉计并非没有先例。有阴谋论者认为，或许是某些势力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或创造非常状态，不惜引爆一场疫情来达成政治目的。这种推测听起来骇人听闻，却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拉斐尔的灵讯和普莱的预言都划出了同样的重点，一种人为的致命疾病正在酝酿。如此看来，普莱口中的那个从未见过的新东西，很可能就是这场人造瘟疫。而他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瘟疫。或许正是因为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其实就是瘟疫。想象一下，如果在社会陷入瘟疫肆虐的混乱时，中共当局会作何反应？历史告诉我们，集权政府往往会选择对外挑起冲突，以转嫁危机。所以一旦国内问题压不住，台海局势反而更危险。对内用瘟疫控制人民，对外用战争激发民族主义，可能就是某些人的生存策略。现在我们把目光再度投向台海局势本身，毕竟我们的影片标题就直指这一点。3个月内 C 国 T 国开战。前面综合各种预言已经看到，台湾确实被多方点名为可能发生大事的地区。那么究竟有多大的概率在短期内爆发两岸军事冲突？在这方面，来自英国的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给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剧本。帕克是当今欧美颇受瞩目的预言家之一，他曾成功预言川普当选、英国脱欧，甚至俄乌战争等，因此拥有不少粉丝。帕克在去年底，西元2025年12月30日发布了一支影片，专门预言2026年的世界走向。他开门见山地将2026称为清算之年，并且特别提到一个重要时间节点2月。帕克说2026年2月左右将是世界局势的转折点，恰巧2月17日是农历新年，届时生肖将从兔转马，进入中国传统所称的火马年。火马年在东方被视为多灾多难的年份，60年一轮回。而上一次火马年是1966年，那年中国爆发了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如今60年过去，一个甲子轮回，帕克暗示2026年火马年天下大乱，大灾大难恐将重演。具体到台海，帕克预言在台湾海峡可能会出现一起飞机或潜水艇相撞的事件，从而引发战争。这个细节非常生动，一下就让人脑补出紧张画面。也许是一架飞机在台海上空遭到击落，或是一艘潜艇在台海水域发生冲突，这将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帕克进一步说，日本也会被卷入这场冲突，这点与普莱提示的这国有难不谋而合。这国及日本很可能因同盟关系或地缘因素而介入台海战事。如果台海真的开打，帕克对后续走向的预见更加石破天惊。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遭受重创，经济崩溃。他甚至预言，中共最高领导人将因此下台，随后整个中国会分裂成许多小国，最终这些地区会像欧盟那样组成一个联盟式的新国家，实行民主制度，边界开放，人们可以自由交流贸易。一言以蔽之，帕克看到了中共政权在战争中垮台，中国政局翻天覆地的景象。这番预言可谓惊世骇俗。然而有意思的是，他和之前88万家的说法竟有某种互补印证的味道。88万家说大陆接管台湾，世界大战，全球经济衰退。帕克说中国因战争崩溃，政权更替，社会重组。两人角度不同，时间线稍有出入，但都指向台海冲突引爆东亚乃至全球大乱局，以及中国自身在劫难逃。而经济层面，帕克预言中国经济崩盘，中共垮台，88万家则预言全球金融危机，不约而同地把2026形容成旧秩序崩解之年。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从未见过的大巨变。要知道，中国是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13亿人口，一旦政局巨变，其影响之深远难以想象。这也让人想到一句中国俗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或许多年的因果，诸多隐伏的矛盾，都可能在2026年这个清算之年集中爆发出来。谈到这里，许多人可能心情沉重，
甚至有些绝望了。难道未来只剩战争、瘟疫、崩溃与混乱吗？其实，预言中的未来并非全然漆黑一片，有些预言家同样看到了一线光明。就拿帕克本人来说，他的特色之一就是预言灾难，但也预言希望。他在描绘完那些战争与动荡后，特别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因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福。他相信人类将从苦难中觉醒，在巨变后迎来新的繁荣与和平契机。帕克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们，帕克提到他曾去请教的印度预言家，同样一面预见灾祸，一面为世人祈祷，希望透过人类的努力改变未来走向。泰国的普莱也是以提前预警来减轻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些预言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共同信念，预言的目的不是让人坐以待毙，而是唤醒人们主动去改变命运。在讨论如何清算、救秩序、揭穿谎言这方面，有一件发生在2025年中国的离奇事件不得不提，那就是于朦胧坠楼案。这起事件既是娱乐圈的谜团，也是坊间公认的黑幕案件。令人意外的是，它也隐隐和预言界产生了联系，甚至被形容为于朦胧从灵界带来的天机。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先简述事件。于朦胧是一位中国大陆人气男演员、歌手，生于1988年，出道以来形象阳光，事业顺利。岂料2025年9月11日凌晨，于北京出席一场私人聚会后，于朦胧被发现从所住公寓5楼坠落身亡，年仅37岁。消息一出，举国震惊。当天傍晚，他的工作室发布公告证实死讯，并恳请外界给予家人空间。官方对此事的结论是酒后失足意外坠楼。警方声称，经现场调查和尸检，初步排除他杀嫌疑。然而，这种草草定性的处理，非但没平息外界质疑，反而引发更多猜测与不满。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许多人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为何大众不相信这是单纯意外？因为疑点实在太多了。根据坊间流出的零星消息，于朦胧坠亡案牵扯出复杂的人脉与黑幕、神秘饭局与失联。传闻于朦胧在出事前几天被某大人物邀请参加了一个饭局，有人说那是个圈内权贵的私人派对。之后的几天，他疑似与外界失联，有传言称他在那几天遭到限制人身自由。USB 机密，网上疯传一种说法，于朦胧手上掌握了一个 USB 随身碟，里面藏有某些高层人士的惊天罪证，例如涉及洗黑钱的机密资料，他因此成为被灭口的目标。这传闻无从证实，但广为流传，暴力与他杀嫌疑。更惊悚的爆料称，于朦胧在死亡前曾遭受长达数日的软禁拷打，期间受到非人虐待，等到人不行了，对方布局制造出醉酒坠楼的假象。有匿名网友列出了所谓14大疑点，包括他的伤痕、手机遗失、现场监控缺失等等，指向这并非单纯意外。官方冷处理，警方虽迅速结案，但却未公开完整调查报告，对网上讨论也严加管控。不但相关话题被降热度，一些知情人发声后也很快晋升，让人更加怀疑是不是有高层指示压下此案。总之，于朦胧之死在中国成了一个禁忌又扑朔迷离的话题，很多普通人感到悲愤，一个年轻明星就这样不明不白走了。如果真有黑幕，难道就永远没人为他讨回公道吗？然而，正如那句话，天理昭昭，疏而不漏，不少人相信此案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朦胧案的真相，预言界也插手进来了。刚才提到的帕克在预言2026是清算之年时，有一条重点，许多谎言将被揭穿，许多真相会曝光。有预言爱好者就联想到，会不会于朦胧案就是其中一桩要被揭穿的惊天谎言。不仅如此，前面我们说到印度最神秘的预言流派纳迪叶，恰好就有纳迪叶解读师声称，他们在古老的预言梵文叶片中看到了于朦胧事件的结局。据说纳迪叶的记载显示，在2026年3月至6月期间，朦胧案的真相将以某种另类方式浮出水面。
所谓另类，或许指的不是透过官方调查，而是透过其他意想不到的渠道或爆料。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真是峰回路转，正义昭彰。想象一下，也许会有关键证人突然现身，或是一份影像录音曝光于世，揭开幕后黑手的面目。总之，就是现在被压下去的真相，终究会在2026年上半年大白于天下。这无疑呼应了帕克的清算主题，过去的罪恶将被清算，隐藏的真相将受审判。更巧妙的是，许多人发现朦胧这两个字本意就是模糊不清，于朦胧案如今真相不明，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朦胧。但如果照预言所说，几个月后真相大白，那岂不是朦胧模糊即将告别人间，尘埃落定？这也难怪有预言视频以只剩几个月，朦胧将告别地球，人间大劫倒数为题，暗喻朦胧之物散去的时刻，就是人间大灾结束倒计时的时刻。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却也给人一丝痛快，因为至少冤死者的在天之灵也许可以瞑目，而整个人类社会也将因清算黑暗而迎来新生契机。有人大胆猜测，或许于朦胧的在天之灵也在冥冥中协助这一切。毕竟假如真有灵界，他年轻冤屈的离世，灵魂必然不甘。也许正是他透过某种灵界渠道，把关键的天机讯息传递给了世人，比如通过纳迪叶，或者通过其他通灵者来揭露自己的死因和背后黑幕。这将是于朦胧留给世人的第一条来自灵界的天机，那就是再浓的迷雾也终将散去，真相与正义终将来临。当然，以上关于朦胧案的预言性解读，目前还只是种种推测，最终会如何，还需要时间去验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看看2026年上半年是否真有爆炸性的真相公诸于世。到这里，我们盘点了许多骇人听闻的预言，有关战争的，有关瘟疫的，有关经济崩溃的，甚至还有黑幕揭露与外星接触等等。难怪有人会感叹，2026年简直像末日小说般可怕。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预言？是陷入恐慌，还是嗤之以鼻，一笑置之？首先需要强调的是，预言并非铁板钉钉的命运宣判。正如普莱等人所说，预言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提前知道可能性，从而有机会改变未来。既然灵界好心送来了这些预警讯号，我们不妨将信将疑，留个心眼，但也不必惊慌失措，自乱阵脚。对于可能的灾难，我们可以做哪些务实的准备呢？居安思危，备而不用。就像普莱建议的，准备一些紧急物资总是好的，家中备一个紧急医药包、手电筒、收音机、瓶装水和干粮等，以防万一。这在任何灾害中都用得上，哪怕最后平安无事，这点准备也不算浪费。关注国际局势，如果台海局势持续紧张，旅行计划就要审慎评估，尤其避免去可能的热点地区。如果真的出现突发情势，保持冷静，遵从官方疏散指示，对谣言要有判断，不轻信煽动，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瘟疫方面，除了物质准备，更要注意卫生习惯和身体健康，提高免疫力，多运动，备好常用药品。当流行病有苗头时，该戴口罩就戴口罩，该减少聚集就主动配合。经过新冠疫情的洗礼，我们对这些已不陌生。财务应对，面对可能的经济动荡，个人也可提早做好打算，例如避免过度负债，适当储蓄一些应急资金，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等等，以免金融风暴来时手足无措。心态上也非常重要，既不可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惧。历史上关于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但人类都挺过来了。许多时候，正是因为人们提前警觉，采取了行动，才避免了最坏的情况发生。就拿冷战时期来说，不也是充满世界末日核战的预言吗？但最终大家保持克制，世界没有毁灭。我们可以将这些预言视为对未来的警示，而非绝对的宿命。回到2026年的图景，或许接下来的日子，新闻里会充斥越来越多紧张的消息，这边战机擦枪走火，那边疫情卷土重来。但我们要记得，越是乱世，越要保持理性与善良，不造谣，不信谣，不被仇恨煽动，
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最终能度过劫难的，往往是那些冷静、团结而有爱心的人类群体。让我们也怀抱一点希望。就像帕克说的，大灾之后有大福。或许2026年的种种劫难，正是人类觉醒和转变的契机。黑暗过后是黎明，否极泰来。这些道理自古皆然。如果我们能挺过这几年的风雨，也许等来的将是更清明的世界局势。也许战争的阴霾散去，国与国找到新的和平共处方式。也许瘟疫让我们研发出更先进的医疗科技，反而促进文明的进步。也许经历经济震荡后，人们会反思贪婪，建立起更健全公正的经济秩序。最后再回到预言本身，普莱用勇气告诉了我们坏消息，但也给出了避免之道。88万家描绘毁灭图景的同时，也看到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可能。帕克警示大乱将至，但相信真相与光明会战胜谎言与黑暗。马蒂点出了危险时刻，让我们可以提早做好准备。纳迪叶视线黑幕毕揭，让冤魂终得安息。也许预言并不是要我们恐惧未来，而是要我们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从而齐心协力去改变轨迹。2026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战争也好，瘟疫也罢，亦或政治经济的大地震，都可能在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与团结。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定胜天，积极作为就能化解危机。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先曾熬过比这更黑暗的年代，而每一次灾劫过后，人类最终都浴火重生，文明之光依旧灿烂。让我们怀着谨慎而勇敢的心，迎接这充满变局的2026年。或许预言中的灾难会来，但我们并非束手就擒的木偶。只要心存善念，保持理智，彼此扶持，我们就有机会改写那些可怕的预言，迎接属于人类的转机与新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每一位观看这影片的朋友都能平安度过未来的风风雨雨。让我们以行动和智慧去证明人类可以创造比预言更美好的结局。近日，北京城上空弥漫着一股异样的紧张气氛，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在网络上悄悄流传。深夜枪声响起，装甲车驶上街头，82集团军疑似开进北京。虽然官方媒体一片沉默，但民间影片与传闻此起彼伏。在天安门与中南海附近出现了非比寻常的高度安保场景，长安街沿线部署了大批武警特警，地铁站口和人行道设置层层关卡，通往中枢的道路临时封闭或需特许通行。新华门、府右街周边昼夜都有荷枪实弹的黑衣警卫，3步一岗，5步一哨巡逻。京城仿佛进入戒严状态，每个路口都透着压抑的气息。更离奇的是，在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也传出异常军事调动的目击报告。有民众称，在河北保定，也就是陆军第82集团军驻地，当地突然一夜静城，街道店铺集体关门，城市宛如封控，一切商业活动戛然而止。官方给的理由是重污染红色预警，但许多人怀疑这只是借口，真正原因是有大批军队连夜开拔进京。还有人在江苏徐州目睹成排迷彩军人手持长枪出现在街头。在天津则自26日起有大批军车上路，甚至高速公路临时只允许军用车辆通行。种种迹象令网友惊呼，难道真有军队兵进京城？是不是要抓人？政变反转了吗？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人侧目。北京枪响的传闻迅速引爆了公众的想象。尽管这些消息无法从官方得到证实，但遮遮掩掩的非常态现象正映照出中共权力核心可能正在爆发一场空前的生死搏斗。这场传闻中的风暴核心人物直指习近平与他的军中宿将张又侠。张又侠是中共军委副主席、上将，曾是习近平父辈的老部下，向来被认为是习的亲信之一。然而就在2026年1月下旬，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张又侠以及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刘振立因严重违纪落马。在此之前24小时，二人还稳坐高位，但转眼便从官媒名单中蒸发。如此重量级的将领被闪电拿下，引发举国哗然。而伴随他们落马的，
正是北京城内外那些异象和刀光剑影的传说。传言中，张幼霞和刘振立并非束手就擒，而是与西晋嫔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力。据网络疯传的说法，版本众多，我们综合几种流传最广的来看。会议埋伏，瞬间拿下。有消息称，张幼霞是在8·1大楼参加一次高层内部会议时被当场带走的。西晋嫔一方事先布下天罗地网，安保人员提前部署，张幼霞措手不及。据说张幼霞当时没有携带武器，随行警卫虽配枪，但未被允许进入会场。抓捕一声令下，现场安全人员一拥而上制服张幼霞。他身边的贴身警卫虽试图阻拦，但很快被压制。张幼霞见大势已去，并未激烈反抗，冷静地被带离现场。有备而来，警卫局夜袭。另一版本称，北京当局对张幼霞、刘振立的拿捕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密谋多时，选在1月19日晚的中央党校研讨班会议前夕动手。行动由中央警卫局执行，中纪委书记刘金国坐镇督战，在会场外部署了上百名特勤人员伏击。张幼霞只带少数几名贴身警卫前往，结果陷入重围被捕，其亲属当夜也同时被控制。据说当时张幼霞曾激烈抵抗，场面一度惊险万分，但最终寡不敌众就范，兵败京西，枪战震动。流传最惊悚的说法是，张幼霞和刘振立原计划在1月18日先下手为强，对西晋嫔实施抓捕，岂料消息走漏，西晋嫔提前转移，当晚下榻北京京西宾馆并严密布防。张、刘二人率部追至京西宾馆，与袭的警卫展开正面冲突，双方爆发激烈枪战。据称当场枪声大作，火光闪烁，在黑夜的北京城惊醒无数敏感的人。这场枪战持续许久，双方各有伤亡，甚至传出死伤人数超过30人。最终西晋嫔一方骤然增援得手，张幼霞、刘振立寡不敌众，被制服。西晋嫔随即下令第一时间逮捕了张、刘两人的全部家属，以绝后患。军中对峙，警卫倒戈。还有小道消息透露一个细节版本，西晋嫔的心腹公安部长王小红亲自调动了特警雪豹突击队赶赴现场，强势控制住张幼霞的武装警卫力量，避免更大规模交火。同时，各大野战集团军的军长们得知消息后态度冷淡，拒绝表态支持西晋嫔，导致局势更加扑朔迷离。以上传言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每种说法都指向一个惊人的主题：中共最高层出现枪杆子对枪杆子的内战迹象。过去只在历史小说中才见的宫廷政变情节，如今疑似在现代中国上演，高层权斗已白热化到不惜动用武力的地步。北京经传的枪响，意味着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军中分裂正浮出水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82军入京的传闻。第82集团军前身是赫赫有名的38军，曾是中共中央的王牌部队，历史上与北京政局息息相关。它驻扎于北京近畿的保定，一旦发生变局，这支部队地理上最为便利，能够进京赶考。据盛传的消息，当张幼霞被扣押后，他在军中的嫡系部队保定的82集团军，在新任指挥官1等上将刘振立的秘密号令下，连夜拔营北上，开进北京城要擒王。此时西晋嫔原本倚重的中南海警卫力量，中央警卫局所属部队竟被命令解除武装换防，取而代之的是82军的官兵负责京西宾馆和中南海周边的戒备。也就是说，传闻中西晋嫔的私人保镖被调包，如今站在中南海门口的守卫换成了张幼霞的王牌之师。这种惊天逆转如果属实，等同宣告西晋嫔已经被架空或软禁，他所倚仗的中央警卫力量不再效忠于他。当然，上述情节更像戏剧般离奇，目前仅限于小道消息。然而，即便刨除夸张成分，我们仍可看到一些真实发生的事实。张幼霞、刘振立忽遭拔除，显示西晋嫔与军中高层确实撕破脸皮。各地军车异动，京畿戒严，表明军队内部风声鹤唳，人心不安。而官方对此讳莫如深，只在事后极简单地公告了将领落马，对种种异常只字不提。这种反常本身就耐人寻味。
中南海内部的一场决斗可能已经发生，胜负或许未分，高层角力还在持续。我们不妨追问，习近平真的稳操胜券了吗？还是他仅仅暂时压下危机，其实自身亦陷入更大的危险？回顾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些王朝末年的场景。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每当一个统治集团行将衰亡时，往往内乱四起，自相残杀。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大权独揽，一再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深知掌控军队是最高权力的基石。然而也正因如此，如今这柄枪杆子调转枪口，指向了自己人。中共的枪杆子内战一旦公开化，对政权将是致命打击。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走到兵戎相见的绝境？其中隐藏的内幕耐人寻味。首先，从习近平角度看，他对军中反叛早有高度戒心。过去几年里，他大刀阔斧肃清了徐才厚、郭伯雄等前朝军头，又在2023年突然拿下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导弹部队多名将领，种种非常规动作折射出军队内部暗流涌动。张又侠虽然名义上是习的自己人，但身为军委副主席，掌管实权多年，手握众多老部队人脉，被视为军内太上皇级别的人物。习近平第3任期开局不顺，经济困局，民怨沸腾，他越发疑惧有人在军中做大失控。因此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先发制人，借反腐名义除掉张又侠，彻底把持军权。正如历史上汉武帝猜忌功臣，明成祖诛杀将领，帝王往往在晚年对身边人也痛下杀手，以绝后患。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又侠一派未必甘当鱼肉。张又侠是开国元勋之子，军中威望素著。近年习近平对内高压统治，对外搞得国际紧张，甚至有意武统台湾，令许多老将领担心中共政权走向疯狂毁灭。在这种背景下，不排除军内有一股势力酝酿，兵谏即利用武装力量逼迫习近平交权，以避免国家走向灾难。有传张又侠本想联合几大野战集团军司令，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集体向习发难，批评其个人独裁与错误决策，给习近平最后通牒。然而习近平并非善茬，他早就在政治局安插亲信，把反击剧本准备好。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场龙争虎斗，习近平试图清君侧，张又侠不惜铤而走险，双方几乎玉石俱焚。一些小细节更让人不寒而栗。就在京城枪声传出的同时，网上突然疯传朱镕基去世的假消息。朱镕基是前总理，享有盛誉，他被传离世的消息一度占据热搜。有人怀疑这可能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另一头的枪声与火光。在传说的京西宾馆交火当夜，许多北京居民反映听到了异常的巨响和救护车声，但随即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讨论被严厉封杀，仿佛一张无形的大手在抹去一段真实存在过的黑暗时刻。还有消息称，尽管张又侠被擒，但习近平本人也受到了巨大惊吓，一度躲入极其安全的地点，消失数日，行踪成谜。政治局的后续会议气氛诡谲，据闻习近平在压倒性压力下脸色死灰，甚至签下保证不再追究某些人的降书。来自保条件之一是要保障他的夫人彭丽媛安全离开风暴中心。这种传言听来匪夷所思，但却道出了习近平阵营其实并未彻底稳住局势，反而可能在某种妥协下暂时延命。习近平大势已去的话题一时间甚嚣尘上，哪怕他仍坐在主席台上，人们也开始议论他是否成了惊弓之鸟，孤家寡人。事实上，中共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高层权斗枪响的前例。上世纪70年代林彪出逃，80年代元老政变，2012年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引爆薄熙来事件，每次都是山雨欲来，伴随着北京城的枪声与传闻。尤其2012年3月，北京曾传出319夜政变的说法，彼时传闻周永康动用武装企图护住薄熙来，结果与胡锦涛派系在中南海附近交火。尽管官方从未承认此类事件，但事后权力板块的大挪移往往印证了暗中搏杀的激烈程度。
如今历史似乎重演，而且来得更为骤烈。这次戏码的主角是比薄熙来更高的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军中核心张又侠。这预示着整个中共权力体系正从内部崩溃，帝国大厦开始出现致命裂缝。在这扑朔迷离的血色风云背后，一本神秘预言书的名字忽然频繁出现在华人世界的讨论中，它就是铁版图。许多人相信，铁版图早在数十年前就预言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包括习近平的命运和中共的结局。当北京枪响82军入京的消息传开时，网上掀起一股解读铁版图预言的热潮，仿佛要从天机中寻找这场惊变的注脚。铁版图究竟是什么？相传它是一本中国民间流传的奇书，以多幅图画隐喻未来，被视为预言天书。关于其来历众说纷纭，但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是1951年大陆某地一个李姓家族私藏着一本发黄的线装图谱，结果其子拿去学校给同学看，消息外泄后被当地政府没收，此书从此失踪，直到中共19大。2017年时，有知情人士将铁版图的最后一幅图在网上披露，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最后一图惊人地暗示了习近平的结局。这幅图画面非常简洁，却寓意深远。两座高山之间有一道山坳，山坳上空飞过4只黑色的鸟，它们依次成功越过山坳飞向远方。而在右侧山腰处，一只白色的羽毛鸟狠狠撞在悬崖上，鲜血四溅，身躯正向山下坠落。在图画下方写着一句箴言般的注解：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看到这里，谁都能感到其中涌动的不祥之兆。民间对此图的解读归纳起来有2点：其一，中共将亡于一个被比作白羽毛鸟的领袖之手；其二，这位领袖最终为了中共而殉葬，结局凄惨。更让人背脊发凉的是图像和文字中的隐喻。汉字习的正体字，上面一个白，下面一个羽，不就是白羽毛吗？而那4只黑鸟恰似引指中共历任的4代黑面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4任掌权者都曾高喊解放台湾，却最终飞过台湾，并未真的付诸行动。他们在位时虽风云一时，最后都平安卸任，把统治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而第5代领导人习近平图中的白羽鸟却将撞死在山这边。许多解读一致认为，山那边象征台湾岛或更高的权力彼岸，白羽鸟想要飞越过去，却半途撞山坠落，说明它无法完成飞越的宏愿，反而招致自身毁灭。这番解读与现实对照，令人不寒而栗。习近平上台以来，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享议员、武统台湾梦想的中共领袖。他频频对台湾亮剑，解放军军机军舰日常对台高压，甚至扬言不惜一战。过去毛邓江胡4代，或因内忧外患，或因国际压力，从未真正跨出征服台湾的实质一步。他们就像那4只飞过山坳的黑鸟，终其一生只是在山这边盘旋。唯独习近平雄心勃勃要展翅一飞冲天，试图跨越历史的天险。然而依铁版图的预言，他的这次振翅等来的将是一声悲鸣，白羽摔碎，血染峭壁，命丧此山。联想到当前的局势，内有政敌环伺，经济衰退，外有国际围堵，台海剑拔弩张，习近平若一意孤行发动战端，极可能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绝境。这不正是为了中共而殉葬的写照吗？一旦他兵败台海或引爆内乱，中共政权也将与他一道走向末日。如今北京枪响的事件被许多预言爱好者视为铁版图正式应验的信号，因为按照预言逻辑，白羽之鸟坠落之前必然会有剧烈的动荡，而最高领导人在位期间，京城传出枪声，集团军调动，这无疑是一场政权大地震的前兆。习近平虽暂时还在位，但有人惊呼白羽毛开始掉落了，仿佛看见那只白鸟翅膀已经受创，命运滑向深渊。除了铁版图，中国民间和国际上关于中共气数将尽的种种预言，可谓汇集成惊人的合唱，
在此刻纷纷被翻出来印证。古往今来的大预言，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今日的局势。先说中国古代预言中的佼佼者推背图和刘伯温预言，这些流传百年的奇书对历朝兴衰多有应验。例如推背图第46象起，据传就在预示近代中国的变局，许多人将其中隐语对照中共的兴起与覆亡。而明朝刘伯温的烧饼歌亦有一统江山几度秋，红旗不倒30年头之类的句子被解读为预示洪朝寿命有限。在这些诗象中，常出现洪朝、洪阳、天下大乱等字眼，耐人寻味的契合当前。赤马洪阳之节更是一说。按照60甲子纪年，2026年是丙午年，火马；2027年是丁未年，火阳。火马、火阳在命理中皆属凶兆，连着出现更被认为极其不吉。有论者发现，每逢火马年，中国都多灾多难。上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正是红色中国的浩劫，文革爆发，天下大乱。今年2026年再逢红马节，太岁当头坐，无喜恐有祸。而且这次红马之后紧接红阳，2年相叠，命理上称自刑，意味着自我冲撞。巧合的是，中国民间相信今年属马的就是西晋平的本命年，又犯太岁，种种玄学说法让很多人直呼天意要亡西。虽然听来迷信，但结合现实乱象，反而更添几分神秘色彩。再看国际上的预言，例如来自南亚古老的纳迪叶预言，据说在印度神庙中珍藏的棕榈叶刻录了无数人的命运轨迹，其中包括一位强大的东方统治者，他将在位10年有余后，因暴政招致国破，最终败亡，其国度将重获新生。许多人将此对号入座到西晋平与中国身上。还有西方流传的帕克预言与一些灵媒的预示，也不约而同地提到21世纪20年代，东方大国将出现巨变，甚至可能分裂动荡。一些美国的未来学家早前大胆预测中国共产党无法平安度过2020年代中叶，并言之凿凿地描述了权力真空和地方军阀割据的场景。当这些曾被嗤笑的预测如今与铁板图所示愈发吻合时，人们开始半信半疑地思考，难道真有某种宿命在冥冥中安排着剧本？除了典籍预言，一些实际发生的异象也被解读为天意的示警。其中最轰动的是贵州藏字石事件。2002年，科学家在贵州平塘发现一块断裂的巨石，其断面天然嵌着6个清晰的汉字：中国共产党亡。巨石经鉴定已有2亿多年历史，不可能是人为雕刻，被视为上天给中共的死亡通知书。当年这一发现震惊国内外，如今再看，仿佛时间在倒数计时一般，印证着亡共时的玄机。还有成都的白莲池天象，据传2025年底，四川某地天空骤现，巨大的莲花状光圈被佛教徒视作大凶之兆。联想到白莲花象征纯洁，或许暗示邪恶将被荡灭。虽然科学解释这只是特殊云层所致，但民间宁可信其有，视其为上天昭示的异象。令人称奇的还有一则白羽之鸟死亡的新闻。2025年末，北京动物园一只珍稀的朱鹮，俗称朱鹭，羽毛洁白，寿终正寝，享年39岁，折算成人类年龄相当于150岁高龄。朱鹮是濒危物种，吉祥的象征，通体白羽，绘红冠红，被誉为东方宝石。然而此时此刻，北京的朱鹮仙逝，恰巧与铁板图白羽鸟的意象不谋而合。更巧的是，网友发现这只朱鹮的乳名竟然叫平平。消息传出后，大批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平平一路走好。字里行间似乎借悼念朱鹮，曲笔送别另一个平平。大家心知肚明，平平正是西晋平的小名。如此同名同音的巧合，引发全民热议。不少评论感叹：天都看不下去了，老天都在传信号。一只白羽鸟老死在京城，人们将其视作西晋平气数将尽的天象征兆。正如古代史书常记载的某某王朝末年白鸽投地而亡，这类瑞兽反常
即是天下将有大变的象征。除此之外，甚至连一向被视为回避俗事的宗教人士也发出异乎寻常的声音。2025年年底，香港传出一段高僧开示影片，一位得道高僧在寺院讲法时毫不避讳地痛斥当今暴政，点名批评某领导人倒行逆施，逆天而行必有大劫，劝其悬崖勒马。现场香客哗然，因佛门向来不直接评论当政者，何况大陆红线严苛。然而这位高僧坦然表示，僧道亦怜民，佛祖亦怜民，此子若不回头，苍生将遭涂炭。此言被广泛解读为宗教界对西的公开逆谏，连和尚都站出来警告，莫非真到了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地步。巧合的是，几乎同时在网络热传的一张照片显示，某地悬挂宣传标语时，将革除陋习的习字避讳改写成任字，生生变成革除陋任，仿佛暗指除。这些看似无心的错字引来网民唏嘘，难道连下层官员都在指桑骂槐？一桩桩巧合事件让整个国家处处弥漫着诡谲的预感，种种预言和征兆交织在一起，如同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世人一个残酷的可能：习近平和他所掌控的中共政权或许正走在历史的绝路上，从天象到人心都在酝酿着巨变的能量。对信者而言，这不是巧合，而是上天垂示的定数；对不信者而言，这也是民意与潜意识的折射。正所谓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千百年前智者们留下的谜语，如今在现实中慢慢解开。我们不能不惊叹命运的神秘。风暴将至，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也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铁板图的宿命成真，那么习近平的结局几乎无可改变，不是身败名裂，就是命丧乱局，而他苦心经营的中共集权也将随之垮塌。从眼下迹象看，习近平确实深陷前所未有的困境，内有党羽离心，军头倒戈，外有经济江河日下，民怨山呼海啸。曾经铁板一块的权力金身，如今出现裂纹甚至崩坏，这难道正是帝王末路的写照？然而历史的大戏从不缺乏变数，习近平会束手就范地走向宿命吗？还是会做最后的孤注一掷，强行扭转乾坤？目前看来，他极可能选择后者。古往今来的暴君在末路时刻往往更加疯狂孤注。前二世胡亥残民已逞，最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清末慈禧困兽犹斗，班虚照意图假改革为命，也未能挽救大清倾覆。习近平此刻或许也在盘算着破局之策。一方面，他可能加紧内部清洗，对真正威胁他的人斩尽杀绝，以求再稳数年江山；另一方面，他或铤而走险，对外挑起冲突，利用战争状态把国内矛盾一笔带过，同时以军管维稳之名消除异己。尤其是对台湾，如果他认定已无退路，不排除除敌之后立即挥军东南，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孤注一掷。但这正是让人最担心的剧本。预言早已警告过他，攻打台湾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若执意而为，几乎等同亲手引爆末日倒计时。另一方面，如果习近平真的在这次内斗中元气大伤，甚至被迫交权，那中国将面临70多年未有之变局。中共高层的撕裂可能导致政权失序，各地军政势力各怀心思，最坏的情况甚至出现军阀割据，天下再度分裂的乱世。一如100年前清帝退位后的北洋混战，或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共和国独立。中国幅员辽阔，一旦中央权威崩溃，地方山头林立是可以想见的。其实不少外国研究者早已描绘过这样的画面。中共垮台后，中国可能分裂成数个自治区块，由不同政治势力掌控。传统上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可能趁机寻求更大自主甚至独立地位，这对14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都是巨大挑战和不确定因素。但是乱世之中也孕育着新生的契机。如果中共的专制统治结束，中国未尝没有迎来自由转型的希望。近来有观点提出，一旦习近平垮台，中国或会出现第一个临时过渡政府，
甚至可能推举出100年来第一位民选领导人，带领国家重建政治秩序。听上去这很理想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但别忘了30多年前苏联解体前，也很少有人真相信红色帝国会在一夜之间崩溃，并诞生出民选总统叶利钦。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奇诡，当巨轮沉没时，漂浮的木板上也许就站起了一个全新的舵手。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声名初醒，内战后虽现集权，民间对民主憧憬却未灭火种。如果中共解体，那些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国内被压制的知识精英，或许能乘势而起，开启新的政治篇章。对此，许多预言也有隐约暗示。在赤龙红色中国倒下后，救世真主将出，带领东方走向和平繁荣。尽管这些话语带有宗教色彩，但对渴望改变的人们而言，不失为黑暗中的一束光明。回到眼前，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关口，翘首以待。2026年开年不到月余，华夏大地已经风雷激荡。北京的枪声是真实枪弹，还是权力斗争的隐喻之响，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敲碎了恐惧的寂静，让世人看清高墙内部也在颤抖崩裂。习近平能否逃脱悲惨宿命？从目前迹象看，他自己正一步步走进那张早已绘制好的铁板之图。除非他幡然醒悟，主动改弦更张，结束独裁，还权于民，否则等待他的很可能是历史无情的惩罚。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意难违。也许我们正见证着一场大戏的开端，一位白羽之王力挽狂澜，却终究改变不了大厦将倾。一个延续70多年的集权体制，在内外交困中迎来土崩瓦解。当枪声再次响起，也许就是落幕时分。而不论结局如何，对普通中国人而言，真正的新篇章才将开始，那将是一个充满阵痛却蕴含希望的未来。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暴政能永远阻挡黎明的到来。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只有经过这场宿命的激荡，中华大地才能迎来浴火重生的新晨光。现在我们屏息等待着，等待命运揭晓着最后的答案。一位美国的基督教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 Brandon Biggs 在2026年1月发出强烈警告，他预言川普总统即将遭到刺杀，而且这场暗杀事件会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说刺客虽然是俄罗斯人，但幕后黑手牵涉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当局，美国将对欧洲展开前所未有的报复性攻击。美国和欧洲会兵戎相见吗？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布兰登的意象细节惊人，我们不妨一步步来看看其中原委。布兰登·比格斯可不是无名之辈，他早在2024年3月的一段网络直播中曾预告，我看到川普将遭遇刺杀，子弹从他耳边掠过，许多人当时将信将疑。然而几个月后，震惊全美的事件发生了。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造势集会上真的遇刺，枪手突然开火，一颗子弹擦过川普的右耳，近距离掠过他的头部，震碎了他的鼓膜。所幸川普仅受轻伤，特勤人员当场击毙了凶手。这起惊险的暗杀未遂，验证了布兰登的预言，细节之准确，令人啧啧称奇。连子弹掠过耳朵这种细节都不差分毫。由于有过精准命中的记录，布兰登的最新预言格外引人关注。2026年1月下旬，布兰登在一次直播分享中神情凝重地描述了他近日得到的异象。他说1月19日深夜，他正打算直播时，却忽然感到主的临在，耶稣的异象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今晚不要直播，我要你安静下来，我有话单独告诉你。布兰登惊觉事态严重，立即顺服停播。接着他声称从主那里收到了一则可怕的讯息，你的总统即将被刺客除掉，上帝警示他，这将是对美国的一场巨变，要他务必让整个教会为此事代祷。主还责备说，骄傲已经进入川普的心，川普听信了一些不敬虔的人的建议来处理国际事务，结果为灾祸开了一道门。
布兰登明白，这一指川普在重返白宫后锋芒毕露，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和不少赞誉，逐渐有些自满忘形。他身边一些不敬神的人给了他骄纵强硬的策略，让他忘记是上帝拣选了他，并赐予他权柄。如果川普不赶紧谦卑下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布兰登接着描述了一连串令人不寒而栗的异象。在异象中，他看到川普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一个关于伊朗的重大决策。主一次次催促川普去按下按钮，仿佛暗示川普应对某个威胁采取果断行动。时间所剩无几，然而川普在异象中犹豫不决，似乎没有照着上帝的旨意行动。布兰登说，最终他看见川普按下了一个决定性的按钮，但那决定并非顺服神的指引。同一时间，他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围盘踞着邪恶势力，蛊惑着普京的心智，走向升级战争的道路。空气中充斥着武器轰鸣的回声，而且不是普通武器，仿佛有非常规的大杀伤力武器即将现身战场。布兰登还看见欧洲大地出现成片新掘的坟墓，各国开始大规模征兵。那些经历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越战的老人们掩面哭泣，不敢相信战火的梦魇将要重演。甚至远在东方的中国也卷入了这风暴。布兰登看到一艘艘来自中国的货船无法抵达，美国的供应链中断，医院医疗物资告急，食品供应链也崩溃了。整个世界仿佛被推向一场前所未见的全面战争边缘。在这动荡诡谲的画面中，一个细节引人注意。布兰登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满脸怒火，似乎因某件事对川普怀恨在心。在意象里，马克龙捂着眼睛，好像眼部有伤，血管破裂般的淤伤，正用墨镜遮掩，但川普公开场合作弄地，嘲笑了他，让马克龙颜面尽失。马克龙气得眉毛直跳，随后在某次演说中阴沉地放话，也许我们该考虑与俄罗斯联手了。这一幕显示，法国领袖对川普的不满达到顶点，甚至动念要倒向俄罗斯的怀抱。这些场景或许象征西方同盟出现裂痕，美欧之间针锋相对的暗流已经涌动。紧接着，布兰登说，他在林中看到一个骇人的时刻，川普真的中了刺客的冷枪。画面一转，仿佛是在某个机场停机坪附近，川普总统身旁隐约可见一架很像空军1号的大型飞机，周围一片警戒，但危机竟然来自极远方的暗处。布兰登仔细描述刺杀的细节，远处地面上浮着一个全身黑衣的狙击手，黑色上衣和长裤，脚穿黑色军靴，头戴一顶特种部队常用的伪装帽，整个人趴伏在地面，如毒蛇般隐蔽耐心。他手中的狙击步枪巨大漆黑，枪口装有消音器，枪上架着高倍精确瞄准镜，甚至枪口还闪着红外跟踪的微光。那是一支大口径武器，布兰登形容口径达到50，可见火力惊人。只见这名刺客屏息凝神，透过瞄准镜紧盯着远方的目标。突然间，一声闷响划破天际，砰！布兰登惊呼，他亲眼看见那致命的子弹撕裂了川普总统的身躯，高速的弹丸几乎洞穿了川普的身体，血花迸现，场面惨烈无比。堂堂美国总统中弹倒地，特勤局人员一瞬间全懵了，他们四下张望，却根本找不到敌人来源，一时间不知所措。周围尖叫声、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陷入混乱和恐慌。这惊骇的一幕宛如电影情节，却在布兰登的意象中历历在目。预言中的这颗子弹极可能是致命的。假如川普这次真的不幸身亡，那将会发生什么？布兰登接下来看到的画面更是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说，川普一倒下，眼前立即浮现出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景象，美国仿佛瞬间展开对敌对势力的疯狂报复，而报复的对象竟是在欧洲。布兰登形容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欧洲大战，无数导弹如雨点般倾泻，从未有过的规模轰炸降临在欧洲大地上，导弹拖着烈焰撕裂长空，城市在火海中颤抖。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在布兰登看来是史无前例的，震撼程度远超以往任何世代经历过的战争场面。大地震动，万物仿佛哀鸣。布兰登甚至说，他感到整个国家和世界都为之颤抖，一切秩序都被撼动。
这场毁灭性打击发生得非常快，非常突然，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为什么美国能在瞬息之间就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攻击？布兰登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川普早已设定了一项极端预案，如果他本人遭遇不测，美军将立刻以残酷武力进行报复。他的意向暗示，在川普的授意下，美国制定了某种玉石俱焚的报复机制，一旦总统被暗杀，美军无需等待冗长程序，就会自动对幕后黑手予以毁灭性打击。这或许解释了导弹雨何以会在刺杀发生后立刻倾泻而下。布兰登说，他所见是一场动用了常规武器的狂轰滥炸，但规模和凶猛程度几乎等同世界末日，各种导弹、战机齐上，没有任何缓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幕就在川普倒下的那一刻轰然拉开。朋友们听到这里可能跟布兰登本人一样震惊，美国和欧洲之间真的可能爆发战争吗？毕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西欧一直是牢固的盟友，美欧同属北约，在冷战中并肩对抗苏联，在现代国际秩序中更是唇齿相依。然而布兰登预言的画面颠覆了我们对国际局势的认知，美国居然对传统盟友欧洲痛下杀手，这听起来几乎令人无法置信。要知道，美国宪法规定了严格的开战程序，即使总统想对某国开战，也必须经国会授权。以美国国内政治现实而言，川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不见得会全盘支持对欧洲宣战，而民主党更不可能投票允许总统挥军。欧洲那几乎等同与自己多年盟友决裂，自毁长城。正因如此，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布兰登意象中那种即时世界大战的场景更像是一种象征或比喻，表示川普若被害，将引发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震荡和冲突，而不一定字面上指美军立即轰炸欧洲城市。换句话说，预言中的第三次大战或许象征国际秩序的崩裂，美欧关系急剧恶化，西方盟友反目成仇，全球陷入空前的混乱和对立，人心惶惶，各国迅速选边站队，新的对抗格局形成。即便不真的是导弹齐飞，也很可能出现经济上的全面对抗，外交上的剧烈冲突，甚至局部的军事摩擦，让世界重回几十年前阵营对峙的黑暗时代。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极端情况下发生热战的可能。历史上，一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往往就是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匈帝国的储君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拉耶佛被一名青年刺客暗杀。谁能想到，一介青年刺客扣动扳机后，不到2个月，欧洲大陆即燃起战火。由于各国同盟条约的连锁反应，这一桩刺杀事件迅速演变成席卷全球的战争浩劫。同样道理，如果2026年美国总统川普果真遇刺，其影响将远远超过美国国内政局本身。首先，凶手的身份和幕后黑手将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如果证据指向某个国家或势力，美国民众和政界的愤怒将难以抑制，要求报复的呼声会压倒一切。在巨大的悲愤压力下，美国政府未必会按常规行事，很可能火速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报复，以振奋民心。特别是川普本身在任内就强调以牙还牙的强硬作风，一旦他生前预设了自动报复机制，那么即使国会尚未正式宣战，军方也许已经奉命行动。如此一来，战争就可能先斩后奏的爆发。那么，谁会是美国锁定的报复目标呢？布兰登的意向给出了线索，他明确指出刺客是一名俄罗斯人，但话锋一转，强调这并不一定代表俄国政府直接下令。他更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暗中与刺客谈判，商讨对策，显示此人背后另有图谋，是马克龙和俄国某股势力的合谋。换而言之，预言揭示刺杀川普的阴谋牵涉复杂的国际黑手，并非简单的个人仇杀或恐怖组织行动。那么马克龙和俄罗斯政府为何要如此不惜代价除掉川普？这背后的动机需要仔细解析。先来看俄罗斯方面，从现实政治考量，普京现阶段其实没有明显动机去暗杀川普。川普在政治立场上相对其他美国政客，对俄态度算是友好。他过去曾表示欣赏普京的强势作风，
主张可以和俄罗斯谈判做生意，并不热衷于像前任那样对俄全面强硬。如果川普在任，美俄关系理论上比在民主党执政时要缓和，普京何苦去冒刺杀美国总统这等惊天风险，自找灭亡？暗杀一国元首通常会被视为战争行为，一旦东窗事发，俄罗斯将面临毁灭性报复，这对普京毫无好处。相反，真正视川普如眼中钉，非除之不可者，很可能是另一方势力，欧洲旧有的全球主义集团与他们幕后的盟友。川普的民族主义议程和美国优先政策，在他第一任期内就令许多欧洲传统建制派领袖如坐针毡。布兰登在分析中指出，马克龙及欧盟那些老牌左派政客长期将川普视为欧洲现存秩序的巨大威胁。回顾川普执政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确实处处损及欧洲旧秩序的利益。例如，川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动摇了欧盟极力推行的气候政策根基。他多次施压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直接冲击欧洲各国的财政和安全观。他对欧盟国家祭出关税制裁，批评欧洲对美贸易顺差，打乱了欧洲经济布局。更重要的是，川普强烈反共，视中共为头号威胁，极力要求欧洲盟友与美国一同围堵中国。在川普压力下，欧洲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依赖，这动摇了许多欧洲既得利益者与中国之间的深层勾连。可以说，川普的路线若持续推进，将导致欧洲传统精英势力的权力版图剧烈改变。欧盟左派可能在内外交困中失势，欧洲的右派民族保守势力则受到川普鼓舞而崛起。对热衷推动欧洲一体化加全球主义的马克龙们而言，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因此，如果川普成功连任并强势推行他的新世界战略，最有动机拼死阻击他的恰恰是那些守旧的全球化势力，包括欧洲的建制派精英，隐然与之结盟的中共当局，甚至美国国内反川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或许深知以选举或政治手段难以扳倒声势浩大的川普运动，于是铤而走险，图谋以极端方式做掉川普，来个永绝后患。而实施这一阴谋时，使用一个俄罗斯籍的刺客正可以一石三鸟。其一，将暗杀嫁祸给俄国，激起美国朝野强烈的反俄情绪，把矛头引向普京。其二，挑拨美俄关系，毁掉川普原本可能改善与俄交往的努力，让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强权彻底对立，减少美俄联手对付中共或其他势力的可能。其三，一旦美国把怒火烧向莫斯科，欧洲表面上仍是美国盟友，甚至可以假意站在美国一边坐收渔利，但实际上却达成了除掉川普的目的，还成功地阻断了川普联合俄罗斯围剿中共的全球新战略。可以想见，北京当局和某些欧洲势力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早已绑在一起，他们最不愿见到的就是美俄和解，一致对付中共。所以，这股全球旧秩序的力量有充足的动机密谋刺杀川普。那么，布兰登所说的俄罗斯刺客又会是谁呢？既然普京可能性不大，那就可能是被幕后黑手收买或操控的俄籍人士，比如可能是一名与克里姆林宫无直接关系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或退役特种军人，甚至前瓦格纳雇佣兵受雇执行此任务，也可能是某个反普京的流亡特工，成为西方秘密势力的棋子。总之，从预言细节看，刺客技艺高超，受过军事训练，拥有精良装备，这不像一般临时起意的狂热分子，更像是有幕后组织支援的职业杀手。布兰登强调，刺客是俄罗斯人，但不代表奉普京之命，显然是提醒人们不要被表象迷惑。真正可怕的敌人不是俄罗斯这块表面的皮，而是躲在背后驱动这只黑手套的手。那黑手极可能就是国际上盘根错节的全球旧秩序势力。暗杀一旦发生，美国国内局势也将瞬息万变。在预言中，布兰登看到了川普倒下后，美国政府权力中枢的动荡景象。副总统万斯推测为 J.D. 万斯身处一片死寂的焦黑橡树林，光秃秃的橡树没有叶子，像经历了烈火灾难，只剩6-7根焦黑的树干孤零零矗立在雪地上。万斯一身黑色长风衣，在萧瑟的冬日橡树林中艰难前行，
橡树象征岁月年轮，这诡异景象似乎隐喻着美国将经历6到7年的黑暗劫难。接着，万斯推开白宫的门，走进总统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后。此时他的夫人站在门边，偷听室外谈话。预言中，万斯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已经怀孕临产，身穿一袭带有绿黄刺绣的粉红色印度风长袍，或许暗示着一种新生命即将诞生，又或者是某种文化融合的隐喻。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布兰登提到在万斯妻子身旁，有一位名叫艾瑞克的女士以发言人身份在面对媒体采访，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总统夫人的朋友。据了解，艾瑞克正是知名青年保守派意见领袖扎里·科克的遗孀。科克先生在预言场景中同样遭到暗杀身亡，这意味着除了川普本人，可能还有其他支持川普的政界人士在这场阴谋中遇害，令人不寒而栗。媒体的聚光灯都打在这位艾瑞克女士身上，她成了万斯夫人对外发声的代理人。这些细节耐人寻味，似乎在暗示万斯临时代理了总统职务，但国家处于极度危机，以至于第一夫人都需要朋友代言发声，稳定人心。更令人侧目的是，美国政府临时权力架构也浮出了水面。布兰登看见前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也都出现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内，其中卢比奥被指为第2号人物，德桑蒂斯则是第3号人物。这令人联想到总统继任顺位，按美国法律，总统殉职后由副总统继任，之后是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再往后才轮到内阁国务卿等。不过，卢比奥和德桑蒂斯都不在法定继任序列的前列，他们同时出现在领导核心，或许意味着在大动荡下，美国政权可能出现非常规权力安排，也许是川普阵营在生前就部署了接班梯队，例如让卢比奥出任新副总统或代理国安高层，德桑蒂斯负责军事或国内安全等，以应对非常时刻。无论具体如何，布兰登的预言揭示出川普一旦出事，美国将进入高度戒严与权力再分配的状态，整个华府如临飓风，权力核心面临洗牌。我们可以想象那场景，白宫上空乌云密布，肃杀的寒风围绕首都呼啸，示威与骚乱可能在全美多地爆发，金融市场也剧烈动荡。川普的支持者震怒悲痛，要求彻查阴谋，报复凶手。反对者中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担心国家前途。军队和安全部门全面戒备，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正席卷而来。布兰登用一句话总结他所见：当时美国正处在巨大的动荡之中，简直是人间炼狱。白宫周围刮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猛烈风暴。回到预言的源头，布兰登强调这一切并非上帝的心意，而是人类骄傲与邪恶使然。他说主告诉他们把川普高高举起，仿佛美国的救主，但拯救美国的只能是我，上帝。我不将我的荣耀归给任何人，哪怕他是川普总统。这段话寓意深长，或许正是因为太多人，包括川普本人，将川普视作力挽狂澜的救星，这种自负和崇拜已经冒犯了天意。上帝不容有人窃取他的荣耀，所以哪怕是川普若骄矜自恃，不归荣耀给神，也终将自食恶果。傲慢是所有信仰传统中都被严厉警戒的致命弱点。圣经中傲慢被列为7宗罪之首，佛家经典也说慢为3障之首。人类历史中无数英雄豪杰最终败于自负，连天使长路西法、撒旦不过也是因为傲慢背叛上主而堕为魔鬼的。在布兰登眼中，川普目前正面临这样的灵魂考验，如果他不戒除骄傲，谦卑顺服神，他所开启的伟业将遭遇可怕的拦阻。读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预言既然如此骇人听闻，我们该抱着什么心态去看待？把它当作板上钉钉、无法更改的未来吗？其实，在宗教传统中，预言的意义往往不在于精准预报未来，而在于向世人示警，促使人们改过迁善，以改变未来。布兰登的预言正属于这种条件式预言。他本人一再强调，未来会随着人的回应而改变。也就是说，预言中的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听到警告后采取行动，命运之路可能大不相同。圣经中有著名的先知约拿的故事，
他奉神之命预告，邪恶的尼尼微城40日后必倾覆。可尼尼微人从君王到百姓痛改前非，披麻蒙灰忏悔，上帝便收回成命，灾难没有发生。同样地，布兰登此次将异象公诸于众，就是希望能唤起美国民众和川普阵营的警醒，以祈祷和行动来扭转这场劫难。事实上，布兰登过去的一些预言最终并未发生，他认为这正是因为人们的祈祷产生了作用。例如，他曾预告过美国将出现全国性的大停电、股市崩盘等等，但迄今尚未成真。支持他的人相信，或许是因为许多人提前警醒祷告，上帝因此延迟或取消了这些审判。在这次预言中，布兰登已经呼吁全美教会一同祷告守望，为川普的生命安全代求，为国家前途祈求上帝怜悯。他自己也表示，已经将此意向告知教会长老们，一起为此迫切祈祷。除了祷告，预言中也隐含给川普本人的忠告，那就是保持谦卑，寻求上帝的引导。布兰登相信，上帝拣选川普不是没有目的的。如果川普愿意悔改傲慢，虚心依靠神，他还是可以成为带领美国走出危机的器皿。在布兰登以往的信息中，他提到过川普必须自主地跪下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重要性。如果川普愿意如此行，他将得到从天而来的智慧和恩典，成为真正蒙光照的领袖，带领美国度过风暴，击败黑暗势力。相反，如果他刚愎自用，听信不敬虔的谋士，那等待他的就可能是布兰登意象中那条悲剧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布兰登的预言并非孤掌难鸣，在东方世界也有类似的预警在回响。一位自称通晓灵视的华人预言家东方神官曾于2025年9月放出一段视频预言，西方的高龄已经宣布不再保护那位金发的西方大国领袖，因为他不听话，他的对手将不择手段对付他，所以这位领袖随时可能不存在，由他的替身来接管。而一旦如此，该西方大国内部将出现局部内战和重大天灾。这段听来神秘莫测的话，如今回看，难道不正是在暗示川普可能遭遇不测，甚至被替身取代的巨变吗？当时很多人听过只当茶余饭后的灵异谈资，但联想到布兰登的警告，不禁让人背脊发凉。两位风马牛不相及的预言者，居然都点出一位金发领袖可能突然被迫退出的情节，还都预见其后国内会陷入混乱。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大事将至，给不同的人都敲响了警钟？除了民间先知，事实上国际局势本身也在释放不祥的信号。俄乌战争仍在焦着，台海和中东等热点暗流涌动，连法国知名学者都感叹，第3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打响，只是我们身在局中未必察觉。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大背景下，一颗子弹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假使川普遇刺，美国对凶手背后势力的报复行动无疑将把现有冲突全面引爆。那时中共会不会趁机侵台？伊朗会不会联合盟友攻击以色列？北韩会不会蠢动？这一连串连锁反应都可能因为美欧决裂、全球秩序瓦解而被推向失控。布兰登曾预言，真正空前的冲突正在蓄势待发，他将揭开世界大战的序幕。他甚至描述了中东叙利亚发射生化武器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毁灭大马士革，以及土耳其号召阿拉伯联军入侵以色列等可怕场景。如果这些也在未来上演，那无疑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这一切听来虽然恐怖，但也不是没有希望的转机。布兰登强调，在幕后黑暗中将有熊熊燃烧的信仰复兴之火。他看见一边是战争、瘟疫、科技失控等灾难酝酿，但另一边，上帝也在软化人们的心，一场前所未见的属灵觉醒正在酝酿。甚至一些好莱坞明星、科技巨头的灵魂都开始苏醒，投入这场对抗黑暗的属灵复兴。或许上天允许这些危机临近，正是为了击碎人类的傲慢与偏见，使更多人谦卑，寻求更高的意义。在大审判与大复兴的双重剧本中，人类其实握有关键选择权，将命运推向毁灭深渊，还是引向光明新生。面对布兰登、川普将遭刺杀引发3战的惊人预言，我们每个人都不禁要思考，未来真会如此残酷吗？还是说
上帝在透过预言给人类最后的觉醒机会，川普总统会否因此警醒，改变他的态度和行动？美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会否团结祈祷，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亦或一切终将无可避免地走向预言中的剧情？正如布兰登所说，未来并非铁板一块，预言更像是一面照妖镜，映出人心的善恶抉择。也许预言的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现在就行动，去避免它成真。如果人们选择无动于衷，那么预言中的风暴可能如期而至。但如果我们选择悬崖勒马，恳切祈求并推动改变，也许悲剧就不会降临。我们眼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向世界大战的深渊，一条则可能迎来道德与信仰的复兴。我们期盼川普和世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历史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毕竟，预言的目的从来不是让人坐以待毙，而是唤醒人心，在黑暗中寻找改变的契机。让我们拭目以待，怀抱警醒与希望，祈愿这场预言中的浩劫最终不会成真。